林岳小飞扛着牌匾去军分区，高家竟派出了几百名混混进行阻拦。他最终艰难地来到军分区门口。我爷爷岳秦虎，我父亲岳长龙，我岳小飞前来申冤告状。小同志，你怎么了？乖起来，有话好好说。我要见你们领导。卫兵低头一看，大惊失色。看好这里，我去通报萧师长。报告萧师长，门口有个小伙子，扛着一块镇国之柱的牌匾，跪在地上喊冤，还带着10几个1等功勋章。他被几百个混混拦截殴打，受了重伤。你说什么？英雄的后代在我军区门口被欺负，3分钟，全师集合，都跟我出去！很快，肖战便带着无数荷枪实弹的战士冲到军区大门口。孩子，快起来，地上凉！我是江城军分区师长肖战。孩子，别怕，告诉叔叔，到底发生了什么？叔叔，我叫岳小飞，我爷爷是抗战老兵岳秦虎，我爸爸岳长龙也当过兵，这些牌匾和勋章就是他们留下的。我是今年江北省理科状元，考了735分，但校霸高子胜联合李校长要抢我的成绩，诬陷我作弊，还要拆我的家，我不答应，他们就叫了几百人打我，还说要把我扔江里喂鱼。岳小飞知道这还不够，他的目标并非收拾这群混混，而是向高子成以及背后的恶势力复仇。叔叔，我不要勋章了，我不要状元了，我把这些都给你，求求你把我爸爸还给我吧。虽然不知道5年前为何父亲会坐牢，但他坚信父亲以前当过兵，留下了那么多1等功勋章，绝对不会是什么坏人。孩子，你放心，有我在，天塌下来我给你顶。肖叔叔，我能不能向您借点钱？你要多少？100万。小飞，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肖叔叔，高子胜之前带着人去我家，拿着一张伪造的欠条，硬说我爸借了他100万，他说不还钱就推平我的家，还要把我爷爷扔到大街上喂狗。我爷爷是打鬼子的老英雄，但老年痴呆了，现在一个人在家。我借这100万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保住爷爷的命啊！岂有此理！高家，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连痴呆的老英雄都不放过！肖战暗暗发誓，今天一定要让高家付出代价。就在这时，高子胜驾车赶来，哈哈，他非但不怕，反而笑了，误以为是老爹高天雄打了招呼，让当兵的来帮他收拾人。哟，岳小飞，你挺能耐啊，还敢跑到这儿来告状？谁给你的胆子？跑到这儿来装可怜，有屁用啊！在江城，我高家说1不2，你也配跟我斗？简直找死！臭小子，你爷爷有枪很厉害吗？打过仗了不起吗？告诉你，本少打的就是英雄的孙子，踹的就是丘巴的后代。有本事你再狂一个，信不信我让你爷爷一起陪葬？在场的战士们气得浑身发抖，死死地盯着高子胜，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他撕碎。等等，我要看这个人渣能嚣张到什么地步！高子胜，你别太过分了！过分？难道你忘了3年来在学校我每天揍你一顿，把你的头踩在厕所的地上，还逼你吃？现在跟我装硬气？晚了！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一文不值，还拿出来丢人现眼？不，还敢反抗，害死你！这些破勋章值个屁钱，只有傻子才把这破玩意儿当宝贝。高子胜，你踩的不是勋章，是你高家的棺材。呵呵，你的房子我拆定了，你的成绩我要定了。至于你爷爷，一个快入土的老头，死了也没人在乎。我立刻打电话，让人把那老东西拴在狗窝里。够了，师长，下命令吧！竟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欺负英雄后代，这谁忍得了？哪怕今天违反纪律，也要把他打成肉泥！怎么想打我啊？来啊，抽我耳光啊！有胆子你就动手，不敢的话，你就是孬种，是窝囊废，比你爷爷还怂！你以为我不敢吗？其实你自找的，那就成全你！你竟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打你是替你爹妈教你做人，打你是替那些被你欺负的人讨公道，打你是替我爷爷鸣不平，他为国家流过血，不是你这种败类能侮辱的。而这时，林小璐的直播间彻底炸了。他之前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爷爷，他爷爷是一名少将，正在往这边赶。我操，这一巴掌太他妈解气了！打得好，早该这样了。你们这群废物，没看到我被打了吗？冲过去，把岳小飞的4肢打断，扔去喂狗。谁他妈不动，老子让我爸扒了你们的皮！高少，不行啊，那是军事禁区，卫兵的枪都指着呢，进去就是送死。肖师长护着他，我们冲不过去啊！护着他，我爸是高天雄，江城的天，整个江城的生意都归我高家管。敢护着这小子，
你不想在江城混了？我是军人，只认国法，不认高家。你侮辱英雄，践踏勋章，殴打英雄后代，桩桩件件，都够你把牢底坐穿。来人，抓起来！就在这时，肖战电话响了起来。肖战同志，经核查，全军档案中没有岳擒虎、岳长龙的参军记录，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蒙骗，立刻终止调查。此事到此为止，不许再插手。什么？没有记录？怎么可能？那镇国之柱的牌匾是当年特有的工艺，那10几枚1等功勋章背面带有特殊编号，货真价实，我绝不会认错。我就说嘛，岳小飞，你爷爷就是个贼，这些破烂都是偷来的，那把枪也是赃物，赶紧把他抓起来，送警察局，牢底坐穿。可恶！很明显，那通电话是高家在幕后施压，但军令如山，省军区的命令他不能违抗。肖叔叔，这些都是真的，我爷爷的伤疤不会骗我，我爸的军功章不会骗我，高家买通关系，难道就能抹掉英雄的血吗？呵呵，看到了吗？你扛鞭跑来告状，但人家可不认你。刚才打我巴掌，我要让你蹲一辈子大牢。都给我进来，拖走这骗子，出事我担着。住手！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老子崩了他！老将军，辛苦您跑一趟。高子胜却露出了笑容，误以为这是父亲请来的靠山。老将军，这臭小子冒充英雄后代，罪大恶极，快把他抓起来！您放心，回头我让我爸好好孝敬您。滚！林铁军，军区前任参谋长，副军级，虽然退休10多年，但余威犹在。爷爷，他们说查不到岳小飞爷爷和爸爸的参军记录，要把他抓起来。爷爷知道了。然而当他看清了岳小飞的脸，林铁军如遭雷击。像，太像了，那倔强的眼神，那紧抿的嘴唇，那浑身是血却依旧挺直的脊梁。小伙子，我可以为你主持公道，但你必须说实话。这牌匾，这些勋章到底是哪来的？你要是敢冒充老团长的后代，我饶不了你。岳小飞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退缩。是我爷爷给他，他叫岳擒虎，打鬼子的老兵。不可能，老团长早就死了，他没有后代，你休想骗我。岳小飞没说话，掏出手机，照片里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老军装。老团长，我以为您牺牲了，没去找您啊。当年我是您的警卫员，您从死人堆里把我扒出来，是您教我打枪，教我做人，提拔我当2营长。您说打完鬼子就回家种地，我还等着跟您一起呢。可我怎么就信了您牺牲的消息？老团长，我对不起您啊。这一刻，高子生开始慌了。您难道就是小林子？老团长提起过我。爷爷生病后经常说梦话，总念叨小林子这臭小子，枪法又进步了，还总喊什么2营长，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拿来。是他，是老团长没错，那门意大利炮是当年缴获的战利品，老团长宝贝的跟啥似的。老团长，我今天得给您磕3个响头，没能见您最后一面，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等等，林老，我爷爷没死，只是得了老年痴呆，记性不好了。什么？老团长还活着？他在哪？快带我去见他。之前高子胜带人去家里了，说要拆我们的房子，要把爷爷拴在狗窝里。小王八犊子，敢动老团长一根头发，我让你死1户口本。高子胜吓破了胆，连忙摸出手机给父亲高天雄打电话。爸，快救我！来了个老将军，叫什么林铁军，说要收拾咱们。怕什么？退了休的老将军，江城还是高家的天下，他扳不倒。爷爷，您总说岳爷爷是您最尊敬的人，可为什么军中没有他的记录？他到底是谁啊？林铁军开始叙述着老团长的英勇战绩。老团长总说打完仗就卸甲归田，不想当官，我们都以为是玩笑话，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这牌匾全国只有10块，每块都属于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听完这些，岳小飞终于了解了爷爷当年的事迹。原来那块染血的牌匾是爷爷用命换来的荣耀。林老，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也证明了我爷爷的清白。他当过兵，不是骗子，而是真英雄。只因高子胜即将被抓，他便质疑10几枚勋章有假，说岳小飞的爸爸是罪犯。林小璐的直播间风向顺变，网络喷子跳出来纷纷附和，最终竟引得空军大佬家战机赶来。我的天，那是猎鹰2师，那是苍穹立宪传说中的王牌，是雷震，绰号雷神爷，2星将军，空军的传奇飞行员。谁是岳小飞？我是。孩子，你受委屈了，我们来晚了，但从今往后你就是空军的孩子，没人能再动你一根手指头，谁敢欺负你，就是和整个空军为敌。完了！高子胜脸色惨白，连忙掏出手机给他爸打电话。爸，空军的雷神爷来了，
他要护着岳小飞。对话那头，高天雄沉默。我让李校长去顶罪，就说都是他怂恿的。你先认个错，保住小命。随着岳小飞的提问，雷震讲述了他大伯岳长空的英勇事迹，因任务牺牲被评为烈士。随后盯着高子胜，眼神瞬间锐利。你欺负烈士的侄子，以为高家能保你？苍穹利剑的仇得用血来算。首长，我知道错了，不是我，是李校长逼我的，他让我欺负岳小飞。还有，就算岳小飞的大伯是烈士，但他还有海军的勋章，这该怎么解释？你们不能只查空军，海军的也得查。高子胜故意这么说，想要拖延时间，拖到父亲赶来。雷震立马打电话去查，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是蛟龙号战舰的船长，当年英国战舰越界挑衅，撞沉我们3艘巡逻艇，他独自一人驾着蛟龙号就撞上去了，跟敌人同归于尽。他被追封为特级烈士，可家属一直找不到。什么？海军烈士岳长海？孩子，委屈你了。从今天起，你不是一个人，陆军有林老将军，空军有我们苍穹利剑。至于海军，给海军总部发电报，告诉他们岳长海烈士的侄子找到了，让他们开蛟龙号来，给烈士的家人撑撑场子。与此同时，江城一中校长办公室，刀哥，您怎么来了？哥哥，高总发话了，岳小飞那边压不住了，就来了几个军方大佬，这是不能影响高家，现在需要有人去顶罪。随后在刀哥友好的问候下，李校长乖乖跟他去了警局。军分区门口，高子胜又提出了质疑，说岳小飞父亲是罪犯，众人查了他父亲的事情，只知道在燕山监狱，想要继续往上查，在场所有人都不够资格。小飞，别沮丧，你父亲的事我们记着呢，迟早会给你查清楚。今天先把眼前的账算清楚，高家这群杂碎感动英雄后代，就得付出代价。来人，把高子胜还有外面那几百个混混全都抓起来。此言一出，外面那些混混躁动起来，想要逃跑。谁敢反抗，就地枪毙！卫兵的齐声应如狼似虎般冲了过去。我还年轻，不想坐牢啊！眼看着那些卫兵就要将高子胜拖走，一阵急促的警笛声传来，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军分区门口停下。侯涛，江城巡捕房的大长官，在江城这一亩3分地，算是金字塔顶端的大人物。林老将军，雷将军，欢迎2位莅临江城。少来这套，让英雄后代流血又流泪，你就是这么当差的？2位首长息怒，我也是刚得知这件事儿，立刻就展开了行动，已经把罪魁祸首之一的李校长抓来了。接下来我会把高子胜和外面那几百个混混全部带回去。这件事已经闹大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第一，查清高考成绩，还岳小飞一个清白。第二，他被高家几百个混混追杀，所有参与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不管对方有什么靠山，都要从严处置，绝不姑息。是，2位放心，我保证3天之内一定给你们满意的交代。小飞，我相信侯局会妥善处理的。林铁军和雷震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岳小飞却站在原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小飞，现在没事了，我们跟你回家拜访一下老团长。随后，雷震和林铁军跟着岳小飞回到家里。小飞，就算烈士抚恤金没到位，学校的贫困补助金呢？以你的成绩，怎么会没拿到？我年年申请，但最后都失败了。反倒是高子胜那些人拿着补助金买球鞋、买电脑，还在朋友圈嘲笑我是捡破烂的。岂有此理！给我严查那个李校长，这种蛀虫，不枪毙也要让他把牢底坐穿。爷爷，我回来了。老团长，我是小林子，林铁军啊，我找了您整整60多年啊。小什么？你是谁？我不认识。那个林老，我爷爷老年痴呆，好多事都不记得了。只要老团长还活着，我就放心了。记不得没关系，我以后天天来给他讲当年的事。咦，这枪当年只有高级将领才配得上。之前高家来人拆房，几个混混冲进来，是爷爷开了一枪才把他们吓跑的。岳老爷子留着这枪是念想，但按规定，这是……雷震死死盯着枪托底部，那儿刻着一行小字：军团长。这职位早成历史了，当年可比军长还高2级。老团长当年明明是团长，怎么会是军团长啊？当年的军团长放到现在，可比雷震的2星将领还高。快看，秦烈，这是军神秦帅的字。你敢信军神秦烈竟是岳小飞爷爷的好大哥？奶奶又给他留下了一顶价值10个小目标的天珠凤冠和一把魔都金库1号保险柜的钥匙。岳小飞，你看到新闻了吗？太过分了！岳小飞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打开手机。就在林铁军要去找高家麻烦的时候，雷震的手机突然响了，接起电话只听了几句，眉头就皱了下来。林老，别去。什么意思？
是高子胜的母亲江碧池。什么？是她？林老，江碧池是谁？那是个神通广大的贵妇人，没人知道她的底细。小道消息说，她真正的后台在龙都。对不起，林老、雷伯伯，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说什么糊涂话？我不能给老团长丢人，这就去龙都找秦帅的后人。林老，谢谢您。谢什么？我这把老骨头，只要走得动，就还能为老团长拼一次。我们走了，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此同时，北京狼国都城下，9星将军山河战神缓缓掏出一张泛黄的合影照，左边是岳长龙，右边是赵王生。月头，看到了吗？狼国都城就在眼前，明天龙国的旗帜就会插在那儿，我没给您丢脸吧？高总，好像交通管制了，所有车辆禁止上高速。冲过去，出了事我担着。车头猛地一抬，眼看就要撞断栏杆。等等，快停下！快倒车，后退！不就是辆面包车吗？高总，您至于这么害怕吗？闭嘴！你懂个屁！不怕劳斯莱斯带雨伞，就怕考斯特开双闪。事业巅峰迈巴赫，人生巅峰考斯特。青山陵园，岳小飞最终竟在醉陵找到了母亲的墓碑。妈，孩儿不孝，让您在这儿受委屈了。放心，我今天就把这事查清，绝不会让您白白受辱。哈哈，哟，高考状元，你这是在给谁哭丧上坟啊？你爸关在黑狱，你妈埋在醉陵，真是天生一对啊！闭嘴！我说错了吗？醉陵里埋的都是什么货色？叛徒、败类！你妈能跟他们做邻居，自己想想干净得了吗？你找死！一颗带血的牙齿从他嘴里飞了出去。我的牙！动手，往死里打！谁敢动？你们动我一下试试。怕什么？不打他，咱们去挖他妈的坟。他是罪人，今天咱们就挖坟鞭尸，算是为民除害。就算闹到军区，他们也说不出什么。高少说得对，咱们去挖坟，一起动手。想动我妈的坟，除非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岳小飞掏出手机，想给雷震或林铁军打电话求救。哈哈哈！别费劲了，这一片的信号都被我屏蔽了。岳小飞，你之前不是很牛逼吗？跟我抢女人，还把我送进局子。有本事你现在再叫个靠山来，你能喊来一个，本少就给你跪下喊爹。高少，快住手！有大人物来了，要清场。李书记特意打了招呼。算你走运，暂时先饶了你。等大人物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入陵园。沙书记，我叫高子胜，是江城高家的少爷。您来的正好，叶青梅这个大罪人，不知害了多少人，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今天特意带兄弟们来，准备挖了他的坟，给汉东的百姓出气。我这就安排手下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你是叶青梅的孩子？我是他儿子岳小飞。好孩子。随后他又转向高子胜：你刚才说什么？挖谁的坟？沙书记，当然是叶青梅那个罪人啊！住口！叶青梅不是罪人，他是英雄，是拯救了汉东数百万人的大英雄。这怎么可能？可大英雄怎么会被安葬在这种地方？我不信，打死我也不信！沙书记，既然母亲是英雄，为何她的坟墓会在半年前被转移到醉陵，遭受这般唾弃？英雄坟墓怎可被亵渎？一定有人搞鬼！就在这时，远处一个身影小跑过来，正是江城一把手李大康。沙书记，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李大康，我们今天来是吊唁拯救汉东的大英雄叶女士。她不光是岳小飞的母亲，更是汉东百万人的母亲。你们江城就是这样对待英雄，你们不尊重英雄，那就让汉东来。沙书记，这件事我之前真的不知情，但您放心，今天我一定彻查，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要是做不到，我就不当这个江城书记了。带青山陵园负责人到西区醉陵来，立刻马上，误了事情我撤你们的职。高子胜看到这阵仗，吓得魂飞魄散。他趁着众人注意力都在李大康身上，悄悄地往后退，想溜之大吉。站住！你之前嚷嚷着要挖坟，要鞭尸，胆大包天，罪不可赦。告诉你，敢欺负岳小飞，就是与整个汉东为敌。孩子，你和这家伙有什么仇？他想抢我高考成绩，害人欺负我爷爷，我没办法，扛牌匾贵军区告状。你就是扛匾贵军区的少年。他之前也听闻过这消息，当时就觉得这少年有骨气，是可塑之才，却没想到他就是叶青梅的儿子。沙书记，还有件事，之前高子胜要霸占我的高考成绩，军中2位长辈为我撑腰，但调查结果却是李校长顶罪，而高子胜却被无罪释放。正因如此，他今天才敢来亵渎我母亲的坟墓。什么？朗朗乾坤，竟有这等事？李大康，这事你知道吗？沙书记，我不知情。
不知情，英雄的儿子被欺负，罪魁祸首却放出来继续逍遥法外。你一句不知情，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么当父母官的，立刻给我查！查不清楚，你干脆回家看星星吧。李大康心里暗暗叫苦。理论上，沙镇江管不到江城，但以沙镇江的人脉和实力，联系江北省的领导，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沙书记放心，我一定严查，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小飞，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放我一马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来都来了，那就带上银手镯，再回去吧。是他们怂恿我来的，我只是跟来看看，根本没动手，要抓就抓他们，跟我没关系。高子胜，你放屁！明明是你说要给岳小飞点颜色看看，还说要挖他母亲的坟。就是你平常坏事做尽，骂哑巴、打瞎子、踢寡妇门、刨掘户坟，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还有你那方面不行，最多坚持3分钟，就是个伪男。你们这群混蛋，都给我拿下！高子胜吓得魂飞魄散，悄悄掏出手机，给父亲高天雄发短信求救：“爸，救我！我被抓了！”又得罪谁了？我找岳小飞的茬，结果惹到了沙书记。哪个沙书记？江城没有这号人。是汉东的沙书记。高天雄看到消息，脸色狂变，额头青筋根根竖起。他立刻想到之前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车队，汉东大佬亲至，他还想去巴结打听消息，没想到生了这么个大孝子。你怎么得罪的沙书记？岳小飞的母亲叫叶青梅，是1年前拯救汉东的英雄。进去后好好改造，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接着，任凭儿子再发多少消息，他都不再回复了。书接上集，在沙镇江的逼问下，铃木负责人交代了事实：岳小飞母亲的坟墓是一个地产商洞的手脚。沙镇江带着岳小飞去要说法，但是你敢信？沙镇江只因插了一句话，被人叫做死老头，并且扬言要废了他。你是哪个？我是岳小飞。我记得了，你就是那个老爹坐牢的穷瘪三啊！岳小飞既然来了就是客，按照规矩得随份子钱，1人1万，你们4个总共4万，少1分都别想走。你这是收保护费？怎么了？少废话，掏钱，4万，1分都不能少。我没钱。没钱？你大伯二伯不是死了吗？烈士家属能没抚恤金？你找死！你竟敢打我，岳小飞，你死定了！打，给我往死里打！出粮是我杨家担着，我爸有的是钱，能摆平。冷风，动手！冷风像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一人一个大逼斗。你别狂，君子报仇，80年不晚。等你死了，我去你坟头蹦迪摇花手。正在这时，杨娇娇的母亲过来了。妈，他们打我，这个穷瘪三打我，故意来砸我升学宴。原来是你这个有妈生没爹养的东西，你爹是个罪犯，你也好不到哪儿去。高子胜欺负你，你不去找高家，跑到我杨家来闹什么？我今天来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他的高考加分是我母亲叶青梅用命换来的荣誉，他手上的手镯是我母亲的英烈抚恤金买的。我还要你们杨家给我母亲道歉，还她清白。你怎么知道的？岳小飞同学，我知道你今天来就是为了钱。当初那笔抚恤金大概20万，我今天加倍给你40万，这事儿就算了，你看怎么样？你觉得我母亲的牺牲和荣誉是能用钱衡量的？你觉得那些被你抢走补助金的穷学生，他们的尊严是40万能买回来的？这钱你自己留着买棺材吧。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我们都已经给你钱了，你还想怎样？杨家必须公开承认夺走了我母亲的名誉，霸占了英烈子女的高考加分名额，立刻退还挪用的抚恤金，还有冒领3年的贫困助学金。你们全家主动去警局自首，接受法律的审判。岳小飞，你是不是偏好饭吃多了，出现幻觉了？知道我爸在江城的地位吗？就你这种穷小子，也敢跟我们杨家叫板？哦，是吗？那按照你的逻辑，如果我比你们更厉害，是不是也可以任意宰割你们？你谁啊？在这儿插什么嘴？我是岳小飞的长辈。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岳小飞找来撑场子的亲戚。死老头，快滚回去吧！敢管我们杨家的闲事，信不信我让我爸找人废了你？找死！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是死老头，怎么我说错了吗？一个快进棺材的老东西，还想学人家逞英雄？他笃定高子胜能逍遥法外，就说明岳小飞背后根本没靠山。有种的话，就去隔壁宴会厅找我爸，我爸杨国华就在那儿。有些人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未必肯回头，那就让他们看看这墙有多硬。小飞，跟我来。爸，他说我们侵占什么烈士的抚恤金，逼着我们去自首，还说要让我们杨家破产。
什么？他没想到半年前的事竟然会东窗事发，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老头，你是谁？我是岳小飞的长辈，今天来是替他讨个公道。你女儿杨娇娇挪用英烈抚恤金，冒领贫困助学金，骗取高考加分，还侮辱英雄家属。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女儿乖巧懂事，怎么可能做这种事？老东西，我看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现在就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要么我亲自动手，让杨家彻底破产，绳之以法。你以为你是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大舅哥吴良德现在可是汉东省交通厅2把手，实权副厅，整个汉东的高速公路项目都归他管，30亿的订单刚到手，你动我试试？谁说这个项目归你了？通知交通厅，将承杨家承揽的30亿高速公路项目即刻终止，所有涉及杨家的工程招标全部作废。老东西，我告诉你，这项目的开工令都下了，明天就破土动工，谁也拦不住。看见没？肯定是来催我明天开工的。杨总，刚刚接到厅里紧急通知，你那个30亿的高速公路项目被终止了，所有合同全部作废，后续招标重新进行，而且明确规定，江城杨家及其关联企业永久不得参与。不可能，老东西，私自断我项目，知道要承担什么后果吗？你怎么做到的？你到底是哪个单位的？汉东省委。别怕，这老东西就是个骗子。真要是汉东省委领导，岳小飞当初能被高子胜欺负，至于扛扁去贵军区吗？我这就打电话给大舅哥。大舅哥，你快来，出大事了！有个老头自称是汉东省委的，带着人来砸娇娇的升学宴，他还说要断我们30亿的高速公路项目。现在项目真被停了，你快过来！省委的，今天汉东省委是有领导来江城，但都在青山陵园参加烈士祭扫，怎么可能去你那儿？他姓什么？这个姓沙，看着得有60多岁了，老东西特别狂。电话那头沉默了，不一会便赶了过来。大舅哥，你可算来了。吴良德，你好大的胆子！沙书记。吴良德，你可知罪？死老头，你装什么装？我舅舅可是交通厅2把手，你真是活腻了！信不信我舅舅动手就能让你蹲大牢？住口！姑奶奶，你可快闭嘴吧！没看到我都下瘫了吗？老东西，没听到舅舅让你住口吗？但这还不够，你必须给我跪下道歉，不然……舅舅，你打我！沙书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都是杨家，是他们撺掇我的，我跟他们早就没关系了，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这位就是汉东书记沙振江。沙书记，我们错了，是我的错，是我教唆娇娇的，要罚就罚我一个人，放过他们父女俩吧。沙爷爷，我再也不敢了，让我做什么都行啊！你们该道歉的不是我，是岳小飞的母亲，叫叶青梅。1年前汉东爆发疾病，是叶青梅通宵达旦研发，拯救了几百万百姓的性命。你们一家的罪行罄竹难书，人神共愤。今天我沙振江要是不管，那会被戳一辈子脊梁骨的。岳小飞之前拿了你母亲20万抚恤金，我100倍赔偿，给你2000万，不，2亿。我马上把你母亲的坟迁出最陵，建最豪华的陵墓，再把杨氏集团的股份分你一半。钱？你以为我母亲的名誉能用钱衡量？你以为英雄的尊严能拿股份抵消？2亿，杨氏集团，在我眼里，这些连我母亲坟前的一抔土都不如。岳小飞，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一时糊涂。你看我这么漂亮，考上了龙都电影学院，以后肯定能当大明星。只要你肯高抬贵手，我给你当女朋友好不好？不，当奴婢也行，我什么都愿意做。你这种贱人，连给我擦鞋都不配！沙振江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刘书记，严查吴良德和杨家以权谋私，侵占英烈抚恤金，冒领高考加分。另外，立刻恢复叶青梅的汉东英雄称号，昭告全国。很快，宴会厅恢复了平静，这场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小飞，这块表陪了我30年了，从乡村基层到省委大院，见证了太多风风雨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算是个念想。沙书记，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拿着，我希望你带着它，能记得今天的道理。总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谢谢您，沙书记。你敢信高子胜竟不是高天雄的亲儿子，而是江碧池和他背后主子的人？他主子通过手段把高子胜给弄了出来，高子胜立马策划了一场针对岳小飞的阴谋。你好，岳小飞，我叫唐仙儿，是高子胜的未婚妻。请回吧，无论你是来替高子胜求情，还是想做什么，这儿都不欢迎你。高子胜犯下的错，我绝不会原谅。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求情的。说实话，我和你一样讨厌高子胜。那个嚣张跋扈的花花公子，谁会喜欢？我想跟你单独聊聊，上车吧。
找个地方细说。怎么，你怕了？我一个女孩子还能吃了你不成？好吧。半小时后，两人来到了市中心的大酒店。有话直说吧。我和高子胜的婚事是家族安排，我爸想靠上高家这棵大树，才把我推出去。你也知道高子胜的德性，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甚至觉得恶心。可我没办法反抗。唐家虽然有钱，但在高家面前不够看，我只能假装顺从，等一个机会摆脱他。现在机会不是来了吗？高子胜已经被抓，你们的婚约自然也就作废了。被抓？哈哈哈，你太天真了，真以为他会有事？实话告诉你，他已经离开了看守所，保外就医，在大庄园里面嗨皮呢。什么？这世上难道没有王法了吗？他高子胜该吃吃该喝喝，活得比谁都滋润。我差点被几百个混混打死，他却在豪华庄园里逍遥快活。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这公平吗？这合理吗？唐小姐，今天你找我，到底想做什么？合作。我手里有高家的黑料，都存在一个 U 盘里，只要把这些交给沙书记，高家肯定会垮。到时候高子胜身败名裂，我也能彻底摆脱婚约。谢谢，我会帮你转交的。等等，我还有一个礼物给你。只见唐仙儿缓缓褪去衣物。岳小飞，你差点被高子胜弄死，不想报复他吗？最好的报复方式，不就是把敌人最在乎的东西抢过来？难道不是最好的报复？我是高子胜的未婚妻，但今夜你想做什么都行。唐小姐，你这是做什么？拿这个考验干部？请自重，我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更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报复别人。什么？是我不够漂亮吗？还是你不行？根本不喜欢女人？唐小姐，别装了，你是高子胜派来的，想用美人计陷害我，对不对？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怎么可能是高子胜派来的？我明明那么讨厌他，恨不得他牢底坐穿。我相信你确实讨厌高子胜，但是你费尽心思，不就是想拍下我的不雅视频？说吧，你身上藏着的偷拍设备到底在哪？我没有。唐仙儿下意识的否认，双手却不自觉地捂住了胸口。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唐仙儿，你伙同高子胜陷害我，证据确凿，我现在就报警，让你跟他一样尝尝牢狱之灾的滋味。别血口喷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摄像头，说不定是你故意放在我身上的。现在怕了？没那么容易，把高子胜的阴谋诡计全说出来，否则别想离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信不信我分分钟就能把你关进去？吓唬谁呢？之前那些大佬帮你一次已经仁至义尽，你当自己是谁，能随便使唤他们？别做梦了。是吗？那如果我认了汉东沙书记当干爷爷呢？你觉得他会不会帮我这个忙？什么？岳小飞没有给他怀疑的时间，直接拿出手机找到沙振江的号码拨了过去。干爷爷，是我小飞。他故意开了免提，让唐仙儿听到沙振江的声音。现在你还觉得我在吓唬你吗？你和高子胜合起伙来陷害我，我要是跟干爷爷说了，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就算高子胜后台硬，可以逍遥法外，但你们唐家呢？有那个实力跟沙书记抗衡吗？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唐家彻底破产，让你爸妈跟着你一起倒霉。唐仙儿彻底慌了，他之前有恃无恐，就是觉得岳小飞没有靠山。高子胜那个混蛋竟然没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情，本小姐还年轻，不能就这么坐牢啊！慢着，我说，高子胜让我用美人计勾引你，拍下亲密照片和视频。他说3天后是江城一中的毕业典礼，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在场。他准备买通毕业典礼的工作人员，在你演讲的时候突然播放那些不雅视频，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这样一来，你就再也不是英雄之后，只是一个私生活混乱的败类。之前那些大佬非但不会再保护你，甚至会跟你撇清关系，而高家就能报复你，把你打入18层地狱。好，很好，他想让我身败名裂，那我就先让他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唐仙儿，我要你帮我做件事，你回去告诉高子胜，就说计划成功了，你已经拍到了我的不雅视频，让他放松警惕。就这？当然不止，接下来你这样。几分钟后，听完这个计划，唐仙儿额头沁出细密的冷汗，只觉得浑身发冷。岳小飞，你的计划也太狠了吧！要是真这么干了，比杀了高子胜还狠。比起他对我爷爷、我母亲做的那些事，这算得了什么？我需要你的把柄，只有让你变成共谋，绑在一条绳上，我才能放心。否则，你将今天的事告诉高子胜，那怎么办？事成之后，我会跟干爷爷说，让他帮你解除和高家的婚约。另外，
保证唐家不会受到任何牵连。解除婚约这4个字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唐仙儿的眼睛。好，我答应。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每一步都要听我的安排，不许出任何差错。计划成功，视频到手，等毕业典礼给岳小飞致命一击。哈哈，好，来人，老子今晚要学外语。高嫂，人带到了，在地下室。宝贝们，让哥哥好好疼你们。但下一刻，他傻眼了。只见地下室内7、8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黑人壮汉。你们是谁？走错地方了吧 ？Come on, boy, don't be shy。那几人对视一眼，朝高子胜扑了过去。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昨晚到底怎么回事？那些大黑牛是怎么进来的？高嫂不知道啊，昨晚我们一直在大门口搜着，没看到闲杂人等。一群废物！查，给我查！一定要把那些混蛋找出来！可查了半天，监控录像偏偏坏了。高子胜知道肯定有人在恶搞自己，但这种事太丢人了，他根本没法跟爸妈告状，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算了，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等过几天，我就让岳小飞在大庭广众之下身败名裂，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到时候这点痛又算得了什么？只因高子胜在毕业典礼上准备播放岳小飞的不雅视频，谁曾想放出来的竟是他自己被蹂躏的画面，因此直接派人将岳小飞绑架，准备亲手接过他。高子胜不是要见我吗？他人呢？高少在市中心剪彩，晚上回来再陪你好好聊聊。你们要做什么？就在这时，刀哥的手机突然响了。刀哥，人带过去了吧？让岳小飞接电话。岳小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昨天让我在全江城人面前出丑，那视频现在还在网上疯传，这笔账咱们可得好好算算。高子胜，你敢绑架我，就不怕我找沙爷爷告状？沙爷爷，哈哈哈！等你死了，看他还认不认你这个干孙子。要不是我想亲手弄死你，早在路上就让刀哥结果你了。懒得跟你废话了，晚上回去再慢慢收拾你。看好他，别让他耍花样。我出去一趟，晚上回来换班。嘿，小子，别白费力气了，这脚镣可是实心钢铁做的，没钥匙的话，除非你把脚剁下来，否则别想打开。岳小飞咬着牙，又尝试了几次，脚踝疼得钻心，却毫无作用。就在心灰意冷之际，手上的手表亮了一下，这是智能手表，还能打电话。岳小飞眼睛一亮，觉得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又熄灭了。他根本背不出沙镇江、林铁军和雷震的电话号码。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赵萌生的电话号码。虽然当时照片受潮，最后2位数字模糊不清，但前面的9位数字他记得清清楚楚。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第98次电话接通。请问是赵萌生叔叔吗？你找谁？打错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号码99。他的手指悬在屏幕上，眼神里重新燃起一丝决绝，按了下去。电话的等待音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将军，您的特殊电话响了。赵山河的脸色瞬间大变，一把夺过电话。这部电话是加密的，知道号码的人屈指可数，都是龙都的顶级大佬。无论是谁打来的，都必定是10万火急的事情。你是赵萌生叔叔吗？我是赵萌生，孩子，你是谁？我叫岳小飞，是岳长龙的儿子。爸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让我有事就找赵叔叔。我被关在江城玄武山庄地下室，高子胜，他说回来就杀我，求您救救我。高子胜，玄武山庄，他记住了。小飞，你别怕，告诉叔叔，你现在安全吗？我没事，就是被他们用脚镣锁住了。他们在看球赛。臭小子，嘀咕什么？不好，他手表有问题。混账，还敢求救？找死！高少虽然说不能弄死你，但没说不能打你。虽然手表被摔在地上，但通话并未中断。可恶！查江城玄武山庄的位置，立刻马上北击，最高权限直飞江城，谁敢阻拦，格杀勿论，10万亲兵随本江出征。很快，这前所未有的大动静瞬间惊动了各方。赵山河，停下！我命令你立刻带着所有手下降落。你知道这么做会引起多大的动荡吗？首长，今天谁来了都不管用，我必须去江城。你疯了！你刚立下颇天大功，马上就要封帅了，这个时候抗命，值得吗？值得，老连长是我的恩人。大哥，豪泽，现在他儿子身陷险境，我不能坐视不管。都坐下吧，刚才的话老夫都听到了。赵山河此举确实违了纪律，不合规矩，但老夫戎马一生，见惯生死，悟得义理。军法可恕行，不可恕心。想当年我们提着脑袋上战场，
为的是什么？非为功名，也非利禄，为的是身后家小，能保周全，为的是袍泽后人，不受欺辱。今日战友之子受难，赵山河冲冠一怒，是血性，是义气，也是我龙国军魂所在。若见战友之后受辱而冷眼旁观，他日沙场，谁肯为袍泽挡刀？谁肯为家国死战？军纪固然重要，但人心更重要。军纪如山，这是铁律。但话又说回来，军人没了血性，跟机器有何区别？当年我们打鬼子，绝不抛弃任何一个兄弟。赵山河护的不光是战友的儿子，更是军人的尊严。这股血性不能压。我知道诸位有所顾虑，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些事情就算千万人阻挡，亦要为之；有些底线就算纵粉身碎骨，亦要守住。赵山河此举，就算有天大的干系，老夫亦坚扛。所有将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调动10万铁军。原则上不行，可徐老就是原则。你刚才说那孩子姓岳？是，他叫岳小飞，是赵山河以前老连长的儿子。哎，老夫当年也有位姓岳的故人，他当年为掩护我，在一次突围中失散，阔别60年，想来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战神，玉泉山那边，徐老亲自下令力挺你，沿途空域全部开放，江北已经派出接应部队。徐老的支持如同一剂强心针。还有多久能到江城？就算保持超音速巡航，最少也要半小时。半小时？不行，太慢了。对了，江城进大炮。当年他转业后，不是被安排到江北省警厅了吗？快！飞虎大队紧急集合，目标江城玄武山庄。哎呦，还是个硬骨头，往死里打，看他能撑多久。997、998、999。臭小子，你数什么呢？数你们打了我多少下。等我赵叔叔来了，一下都不少，要偿还在你们身上。哈哈，这小子被打傻了吧？还赵叔叔，求救电话都被老子摔碎了，谁能来救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地下室的铁门被猛地撞开。谁他娘敢动我大侄子？先问问我进大炮的枪。领导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是高家的人啊！大水冲了龙王庙，老子打的就是高家，拿下！孩子，对不起，叔来晚了。叔叔，您是？我叫靳大炮，以前是你爸的兵，刚7连的炮兵排长，现在是江北省警厅副厅长。刚才是你赵叔叔给我打的电话，他正在赶来的路上。岳小飞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小心疼吧？忍，叔，这就带你去医院。靳叔叔，我撑得住，但刚才他们打了我1086下，请你替我报仇。给他们松骨头，不多不少，1086下。金大炮扶着岳小飞一步步走出了阴暗的地下室，身后是2个大手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只因高家绑架岳小飞，赵萌生赶到后，竟直接炸了他家刚竣工的楼。天哪，这……岳小飞一脸的不可思议。赵叔叔说要给高家送的大礼，竟然这么的惊天动地，这不合理，但特么的非常公平。赵叔叔，谢谢你为我报仇，为我们岳家报仇。小飞，之前他们不是要拆你家房子吗？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该做的。高家父子俩此刻像是丢了魂，呆呆的站在原地。姓赵的，你好大的狗胆，敢炸我高家的楼！知道这楼值多少钱吗？20亿，整整20亿啊！你毁了我们高家的基业，毁了我们高家的一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刚才的礼物只是开胃菜，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你别危言耸听，你就一个人，难道还能翻天不成？我们高家在江城经营这么多年，关系网遍布各个角落，你斗不过我们的。所有能喘气的，都给我来高氏大厦广场，带上家伙，拿不下那3个杂碎，你们都别活了。跟我比人多，姓高的，你大言不惭！现在睁大眼睛看清楚！赵萌生抬手指天，众人一愣，下意识的抬头，然后所有人都僵住了。1架、2架、3架、10架、100架、1000架。过了一会，周围的街区就被彻底包围，里3层外3层全是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启禀大人，北境10万将士集结完毕。话音刚落，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周政委，您可来了！您快看看，这个北京来的疯子擅自带兵闯江城，毁了我20亿的大厦，还扬言要血洗高家，这简直是目无王法！
他根本没把我们江北省军区放在眼里。闭嘴，高总，我们可不熟。江北省军区周红兵奉龙都总指挥部命令前来报道。我们不服，就算他是将官，也不能这样滥用职权。等我出去了，一定要去向山河战神告状，告他仗势欺人。向山河战神告状？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是北境300万疆土的掌印者，他就是山河战神赵山河。不可能，他怎么会是赵山河？你这个畜生，让你惹事，让你去招惹岳小飞。现在好了，我们高家全被你害死了。爸，我错了，我哪知道那小杂碎有这么硬的后台？你快想想办法，一定要救我！别喊我爸，你个野种，根本就不是我儿子。扫把星，别连累我。你说谁是野种？我是野种，那你是什么？你当年做的那些龌龊事，以为我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妈给你铺路，你能有今天？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遗言要说？赵战神，您是大人物，可能不认识我这种小角色，但我老婆您或许听过，她叫江碧池，她在江北可是出了名的贵妇人，神通广大，跟龙都的许多大佬都有交情。您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的确知道江碧池，不过就她也配叫神通广大的贵妇人？一个野鸡罢了，她根本不是什么权贵，就是个靠着出卖色相往上爬的贱货。当年在龙都，她为了攀附大佬，什么下三滥的事情没做过，跑到江城来装什么贵妇人？高天雄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种隐秘被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比杀了他还难受。爸，怕什么？这时高子胜却满脸的不服气，他一想亲爹说不定是哪位大佬，因此恢复了几分底气。事情闹成这样，本少爷不装了，我今天就是请岳小飞回家做客，是手下不懂事打了他几下，又没把他打死，最多坐几年牢，出来后老子照样是亿万富翁。高天雄都懵了，他没想到高子胜狂到这种地步。赵蒙生是山河战神，有权有势，能调动千军万马，但总不能抢我们高家的钱吧？赵蒙生懒得再说废话，掏出手机，他就是要把高子胜所有的希望都掐掉。与此同时，龙都赵家，赵伯，那个江碧池又来了，他带了一卡车的礼物，还拿了一封推荐信，说是君老的亲笔信，想求见老爷子一面。君老，他是老糊涂了，给这种人写推荐信，告诉那个江碧池以后别再来了，脏了我们赵家的地。就在这时，赵伯的手机突然响了。赵管家，3分钟内我要江城高家破产。是，大少爷。江城这边，高天雄听到3分钟让高家破产，也怒了。他承认，论权势，他只能认怂，可要一句话就能让他打拼一辈子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他打死也不信，索性也不装孙子。姓赵的，你别在这里危言耸听，高家根基深厚，岂是你一句话就能撼动的？3分钟不到，高天雄和高子胜还有刀哥的手机陆续响了起来。老板，不好了，我们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公司总部和各地分公司全被查封了，股价被不明势力疯狂狙击，已经跌到谷底了。还有工商、税务、消防的人全来了，说我们涉嫌偷税漏税、非法经营，要彻查到底。所有合作方都发来了解约函，还要求我们赔偿巨额违约金。现在我们不仅破产了，还背上了几十亿的债务。高少，完了，您名下的房产、豪车全被查封了，连您存在海外的账户也被冻结了。还有，您和那些大黑牛的视频也传到了海外，登上了热搜头条，您变成大网红了。大哥，咱们在城南、城西的几个据点全被端了，上千个弟兄，一个都没跑掉，都被抓走了。这下怕是要在里面好好深造几年，算是吃上国家的饭了。高天雄呆呆地站在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还玩个屁！你到底是谁？你绝不只是战神，你还有什么身份？我的身份你们不够资格知道。来人，把这2个罪犯带下去，严加审讯。赵蒙生，就算你是战神，也没有执法权，更不能私自判刑。我要报警！你们这是滥用职权！巧了，老子现在暂代江北省厅1把手，把这对父子带走。接着，警员们驾着瘫软的高家父子迅速离开。江城高家此刻开始彻底覆灭。江碧池在得知高家覆灭的消息后，立马找到军家二爷，二人商量，决定花1000万美金，请暗网的修罗店出手解决岳小飞。谁曾想，修罗店店主竟是岳小飞的亲大哥。暗网那个刺杀岳小飞的任务，修罗店接了。什么？店主，您忘了，咱们修罗店有规矩，不准接龙国的任务，更不准伤害龙国的人。那个岳小飞是龙国人，而且满门忠烈。规矩，我的话就是规矩。而我之所以接下任务，是为了麻痹那个发布悬赏的江碧池，让他以为我们会动手。即日起，通告全球地下组织，岳小飞被修罗殿列入最高级别的白名单，由我亲自罩着。
谁敢动他？不管是哪个组织，不管背后有什么靠山，都是与我修罗殿为敌。立刻调查江碧池，我要他的一切资料。店主，咱们修罗殿的业务范围一直集中在海外，龙国境内几乎没有部下沿线。毕竟您当年定下规矩，不准我们踏足龙国，现在要查江碧池的底细，恐怕需要大量时间，至少得1周才能收集到完整情报。1周太慢了，我等不起。就在众人沉默时，岳峰摸出另一部手机，逆鳞，一个沉睡了5年的代号在他脑海中浮现，全称为龙国国安7局逆鳞特别行动小队。他是龙国藏在暗处的利刃，是守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过往暂不解释，我今日上线，需查一人，江碧池，她是江城高家的女主人，我要她所有的资料，包括家庭、人脉、过往的黑料，10分钟内我要看到。江碧池，我知道，他当年靠着墩墩武讨好君家二爷，才让高家在江城站稳脚跟。我这就调他的户籍资料。我查到了，他有2个女儿，大女儿高玉凤嫁入龙都世家，二女儿高玉燕嫁给了魔都财阀，都是靠君家的关系才攀附上的。君家二爷的外室就是他，我有他这几年利用君家关系在江北胡作非为的证据。我还查到他偷偷联系境外势力。10分钟不到，江碧池的所有资料就被整理成一份文档，发送到了岳峰的手机里。诸位，我知道逆鳞不可随意杀人，也不为难你们。他不是很会跳墩墩舞吗？把他送到江城的花月街，关在最底层的场所，让他每天接待100人，为期1个月，1天都不能少。我现在还在海外，暂时无法回国。我弟弟名叫岳小飞，身处江城，危机四伏。从今天起，必须有逆鳞的人在他身边守护。天龙大人，我去。好，那就交给你了。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暗中保护即可。收到，保证完成任务。安排好一切，岳峰收起手机。5年前，他假死离开龙国，来到海外，一手创立了修罗殿。不是不愿回家，而是不能。一旦归国，假死的消息就会暴露，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黑手会再次席卷。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是修罗殿之主，是暗榜前3的强者，已经成长到足以令敌人胆寒的地步。岳小飞啊，岳小飞，你就等死吧！谁？江碧池吓得尖叫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瞬间被制服，死死地按在墙上。你们是谁？想干什么？我有钱，你们放了我，我给你们钱，多少都行。江碧池，你惹了不该惹的人。什么？江碧池愣住了，脑子里飞快地回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大人物。我没有，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君二爷的女人，你们要是敢动我，君家不会放过你们的。君家在我们眼里，君家什么都不是。我们老大说了，你不是喜欢墩墩舞吗？正好8大胡同的花月街缺一个会墩墩舞的，把你送过去，待满1个月才能出来。花月街？花月街是什么地方？他比谁都清楚。不，我不去，你们不能送我去那里。我给你们1000万，不，1个亿，你们放了我好不好？晚了，从你得罪我们老大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个下场。记住，在花月街的这1个月，别想着逃，也别想着求救，只要你敢动一下歪心思，保证你会死得很难看。天龙大人，任务完成，江碧池已经被控制，正在送往花月街的路上。做得好，记住，看好他，别让他跑了。我要让他好好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是，天龙大人。多找一些关了几年刚放出来的犯人，去关照江碧池的生意，让他好好享受这一份奖励。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岳小飞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谁啊？打错了。岳小飞，别挂电话，我知道你要追查的事。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哥岳峰根本没死，你父亲岳长龙也没有坐牢。你说什么？我哥没死，我爸也没坐牢，你到底是谁？怎么知道的？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知道他们下落。想要知道你哥在哪，想要知道你父亲为什么失踪，3天后去魔都金库找到001保险柜，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送到我指定的地方。你到底是谁？如果我不去呢？那你就永远别想知道真相，别想找到你父亲和哥哥，还有别想着查我的身份，你查不到的。说完直接挂断。岳小飞再打过去只是空号，显然对方是早有准备。岳小飞立刻拨通靳大炮的电话。靳叔叔，帮我查个号码，刚才有人用它打给我，说知道我爸和我哥的下落，现在却成了空号。几分钟后，靳大炮的回复带着无奈。小飞，查不到，对方用了境外多层加密，技术科破不了，这是专业级的手段。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岳小飞犹豫了一下，找了个借口。靳叔叔，可能是诈骗电话，麻烦您了。挂了电话，岳小飞思绪翻涌，高家父子刚被逮捕，现在又冒出来一个神秘人，一个个阴影笼罩，近在咫尺。既然对方要他去魔都金库拿东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也许真相很快就能揭开。
岳小飞和林小璐一同赶往魔都后，神秘中少以龙头杖为业，说动青蒙杜三爷，准备干掉岳小飞。在一场宴会上，高玉燕为了报复岳小飞，伙同老公厉飞宇设计做局，结果被白家大小姐白冰轻松化解，并当场被打脸。白小姐，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自我介绍一下，我不光是白家大小姐，还是白虎。白虎？嗨嗨，就算他是，也没必要告诉自己吧？喂，别想歪了，我是你大哥岳峰的朋友，来自于7局的逆鳞小队，代号白虎。原来是代号啊！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是我大哥的朋友？你说的7局逆鳞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压在岳小飞心里太久了。白冰随后解释起来，详细内容请看第10集。原来如此，白小姐，难怪之前在外滩18号你那么罩着我。对了，前阵子我收到一个匿名电话，说知道我父亲和大哥的消息，还让我来魔都金库取奶奶留下的东西。我本来还担心是圈套，现在有你在，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魔都金库，对方在暗处，恐怕一直监视着你。咱们这就去魔都金库，引蛇出洞，有我在，就算遇到埋伏也能应付。随后，岳小飞和白冰赶往魔都金库，他们这一去，魔都各方势力暗流涌动。白小姐，您要打开哪个保险柜？这个，这是001号保险柜的钥匙。您是陆家的后人？我奶奶是陆兰心，这把钥匙是她留下来的。接着，他们进去之后，发现了一尊半人高的金色宝塔。这是金灵宝塔，我在家族的古籍里见过记载，以前的顶级世家会用这种金灵宝塔存放最核心的秘密，而且按照规矩，这宝塔的5层抽屉对应着天地人神鬼武等，越往上存放的东西越珍贵。岳小飞看着这尊半人高的金灵宝塔，心里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打开前3层，发现一张霞飞路1号的地契，一根龙头杖，魔都10大财阀的血气。天啊，岳小飞，这么说来，你现在就是10大财阀的主人，这可比龙头杖厉害多了。龙头杖只能号令青蒙，可这些血气能让你直接得到10大财阀1半的资产。10大财阀资产加起来至少1万亿，要是让他们献出半数家产，那就是5000亿。这不光是魔都首富，恐怕你摇身一变，直接就是龙国首富了。岳小飞看着桌上的10封血气，人都麻了。他斗地主账号里都没见过这么多的欢乐豆。可10大财阀会认可这些血气吗？万一他们不认，还会因为这些血气来对付我，那可怎么办？你放心，至少白家不会。而且你奶奶肯定早就想到了今天的情况，所以才用血气这种形式，而不是普通的契约。这血气有什么特别的吗？我也是小时候听爷爷说过一些传闻，据说你奶奶陆兰心懂风水玄学，还能掐会算，帮10大财阀化解过好几次危机。爷爷说你奶奶立下的血气里面还加了数，要是有人敢违背血气，不管过多少年都会遭到天谴。可我来魔都不是为了这些财富，我只是想找到我父亲的下落。小飞，你可别忘了，这些不是别人施舍的，是你奶奶陆兰心留给你的，是陆家世代积累的家业。你是陆家继承人，手里有10大财阀的血气，只要得到各家的支持，就算杜三爷知道你有龙头杖，也不敢轻易动你。别光顾着说话了，第4层的抽屉还没打开呢，说不定里面有你更想知道的东西。就在这时，厉家带人闯了进来。陆家的继承人呢？001号保险库的主人在哪里？我要见他。呵呵，厉家主，这密室里除了我和岳小飞，没有第3个人。小伙子，你就是陆家的继承人。岳小飞的奶奶就是当年陆家大小姐，是你们厉家先祖立下血气，世世代代要效忠的主子。厉家主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正准备开口，他说自己是陆家继承人，就是万一他是冒充的呢？说不定是白冰故意找了个演员，想让他当傀儡，趁机吞并咱们厉家的产业。要是不信，现在就可以去查。查什么查？厉飞宇，你不懂规矩，我今天就教教你。妈，您看他多狂，竟然敢对我动手，这分明是没把咱们厉家放在眼里。今天要是认了这个假继承人，咱们厉家以后再魔都就抬不起头了。厉家主看向岳小飞的眼神越发犹豫。就在这时，其他财阀的家主们也赶到了。陆家少主在哪里？我是陈家景宁的后人，特来拜见。这位小友，请问你和当年的陆家大小姐陆兰心是什么关系？她是我奶奶。这些是当年各位先祖和我奶奶立下的血气，现在我代表陆家来拿回属于陆家的东西。慢着，你们别被他骗了，这小子根本不是陆家继承人，黄金钥匙说不定是偷来的，血气也可能是伪造的。我一直在江城，连魔都都没来过，怎么偷得到只有陆家后人才能拥有的黄金钥匙？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白冰呢？她是白家大小姐，肯定知道陆家的秘密，说不定是他弄到了钥匙，找你当傀儡，想借着陆家的名义吞并其他财阀的产业。其他财阀家主纷纷附和，说是要验证身份。
白冰看着这一幕，气得咬牙。这些人分明是借验证身份的由头，拖延时间。各位也别忘了，当年若不是陆小姐出手相助，你们的父辈都在讨饭呢，哪有现在的10大财阀？现在陆小姐的后人回来了，你们不仅不认，还任由厉家小被污蔑，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天谴2个字一出，其他家主脸色瞬间变了。天谴，我看都是骗人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岳小飞，你不是想让我认主吗？有种你就把厉家的血气给我，我现在就撕了他！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天谴到底会不会来。既然你作死，那我就成全你。你要是敢撕，后果自负。好，我今天就撕了他，让你知道所谓的陆家继承人，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泛黄的血气被撕成2半。就在这时，一声脆响突然响起，厉家主低头一看，他胸口那块代代相传的玉佩竟然毫无征兆碎成了几块，掉在地上。这是当年陆小姐亲手送给先祖的，找高僧开过光，能挡灾避邪。当年厉家遭遇劫难，就是靠这块玉坠化险为夷的。现在它碎了，难道真的是天谴要来了？爸，您别自己吓自己，一块破玉而已，说不定是年代久了自己裂开的。巧合，都是巧合。厉飞宇话刚说完，厉家主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家主，不好了！宗祠里供奉的历代先祖牌位，刚才突然全部倒了下来，摔在地上碎了。厉家主踉跄的后退一步，指着厉飞宇，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句话。那除了牌位，还有没有别的损失？比如房子漏水、东西损坏之类的？没有，什么损失都没有。听到没有？就只是牌位倒了，什么事都没有。说不定是宗祠的地基不稳，或者是风从窗户吹进去，把牌位吹倒了。这跟天谴有什么关系？要是天谴真的厉害，怎么不直接让我倒霉？厉飞宇，你别太忘恩负义，没有我奶奶，哪有现在的厉家？切，厉家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先祖努力换来的。就算没有陆兰心，我先祖也能靠自己的本事在魔都立足。陆兰心都死了那么多年，难道还能从棺材板里蹦出来诅咒我？我告诉你，我厉飞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钱没权。你想靠一张破纸就让我认主？做梦！书接上集，厉飞宇竟联合其他8家一同撕毁血气，怎料厉家、白家老爷子一同前来跪拜岳小飞。白老、厉老，快请起，2位都是长辈，这样的大礼我实在受不起。像，太像了，少主这眉眼，这鼻梁，简直和陆小姐年轻时一模一样。是啊，这面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山根挺拔如峰，分明是龙盘凤翼之象。就在这时，厉家老爷子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地面，突然定格在了那些被撕碎的血气上。这怎么回事？血气？我们当年立下的血气，是谁把血气撕了？谁这么大胆子，敢毁了陆小姐当年立下的契约？厉飞宇吓得往后缩了缩，不敢直视老人的眼睛。是厉飞宇，还有其他的家族，9家的血气都被撕毁了，唯独只剩下白家的还在。白正灵听到自家血气完好无损，欣慰地看向白冰。冰儿，你做得好，没有让白家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厉飞宇，你给我过来！太爷爷！厉飞宇刚走到厉老爷子面前，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见厉老爷子狠狠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太爷爷，您怎么踹我？踹你？我不光要踹你，我还要打死你这个不孝子孙！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撕毁血气，这是要招来天谴的，厉家会被你害得家破人亡啊！太爷爷，您老糊涂了吧？什么天谴不天谴的，这都是迷信。要是真有天谴，您之前瘫痪在床那么多年，今天怎么能站起来，还能踹我？放屁！我这是回光返照，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太爷爷，就算我撕了血气，那也是大家一起撕的，除了白家，其他8家的大少都撕了，法不责众。您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打死吧？快，你们快跪下！所有人都给少主磕头道歉，宣誓效忠。只有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要是再执迷不悟，等天谴真的来了，谁也救不了你们。太爷爷，您真是老糊涂了。现在是我爸当家做主，如果您再说这些胡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把您送回山上休养，以后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你这个逆孙！我当年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东西，当初就该把你掐死在襁褓里。为了这点家产，连祖宗的恩义都忘了，连陆小姐的恩情都敢忘，你还是人吗？您为了一个外人岳小飞，就要我们交出厉家多年积累的资产，我看您还不如一直卧病在床，甚至早点嗝屁呢。
省得在这里碍事。这番话可谓大逆不道至极，在场不少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逆孙啊，你可知道，当年若非陆小姐出手相救，我厉伯文至今还是个倒斗的小贼，整天与尸体打交道，哪来今日的荣华富贵？厉老说的没错，人可以蠢，可以笨，但绝对不能忘恩负义。今日你们撕毁血气，忘了恩人的恩情，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此举必将招致恶果。够了，不就是当年给了点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陆小姐当年给了厉家几十根金条，几万两白银，我们厉家原价还给你就是了。按照现在的金价银价折合成现金，一分不少你的。原价偿还，你们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70年前的一根金条能买一套4合院，能让一家人吃穿不愁。70年前的1万两白银能开10家大商铺。现在呢，你们用现在的钱去还70年前的恩情，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违背血气，忘恩负义，天谴马上就要来了，你们都要折寿，家破人亡，一个也躲不掉。哈哈哈，报应！天谴真是太可笑了。昨天我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花了整整300亿，买下了缅国最知名翡翠矿帕赶老坑整整50年的经营权。无知小儿，撕毁血气，背信弃义，必遭天谴。你这矿恐怕是有命买，没命享。要是真有神灵，要是陆小姐在天有灵，那就让她显灵了，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报应。话音未落，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什么事？我正在忙，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少爷，不好了，出大事了！缅国突然发生动乱，和我们签合同的军阀被乱枪打死了。新上位的军阀宣布，之前签订的所有矿产合同全部作废，属于非法交易。我们的矿没了，300亿全打水漂了。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狠狠劈在厉飞宇头顶。报应，这就是报应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撕毁血气，背信弃义，这就是天谴啊！厉家完了啊！岳小飞在一旁看得心神俱震，血气的威力竟恐怖如斯。厉家的天谴来了，那其他8家岂不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刺耳的手机铃声接连响起。其他8家不是核心资产瞬间蒸发，就是巨额投资血本无归，或是现金流被彻底锁死，天价索赔接踵而至，没有白家安然无恙。活该，这就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刚才参与撕毁血气的各家财阀，竟纷纷开始鼻血长流，有的头晕目眩，有的胸口发闷。少主，我们知错了，真的知错了，求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我们愿意缝合血气，愿意弥补1半家产，不，更多也可以，只求您救救我们。扫把星，都是你害的，害我们变成这样。原谅你们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自己快死了。更何况，就算我原谅你们，也无法阻止血气的天威。你们真以为10大财阀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是靠你们自己的本事？是陆小姐，是靠着她当年的庇佑和点拨，才换来你们家族改命的机会。如今你们自毁长城，亲手撕毁了血气，就等于放弃了陆小姐最后的庇护。那你们积攒的那些福财灾祸，自然会找上门来。还有，这血气根本不是陆小姐逼迫我们所签，而是我们拿了天大的好处，于心难安，自发恳求陆小姐立下此契。陆小姐推辞了很久，最后拗不过我们，才立下了血契。此时此刻，一股绝望瞬间涌上各大财阀的心头。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但这一次不再是家仆之气，而是家奴之气。魏仆尔等仍是自由身，保有家产，只需效忠，但为奴少主一言，可决尔等生死荣辱，尔等所有皆为主家资财。这话一出，众人都愣住了。这是将自己和整个家族生杀大权彻底交给了岳小飞，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你们自作自受，不想死，不想家族彻底灭绝，就签下家奴血契，这是唯一能换取一线生机的办法。众人不再犹豫，纷纷表示愿意，不再有其他念头。不对，这不对劲！如果是诅咒，是血气的反噬，为什么我没事？这一定是岳小飞和白家的阴谋。你没遭天谴，原因很简单，你厉飞鱼根本就不是厉家的种，凭什么触发厉家先祖立下的血誓？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为了打击我，竟编出这种荒唐的理由，你不得好死！白冰拿出手机，快速调出一份资料，拿给厉家主。他越往下看，脸色越难看。你这个孽种，我聪明一时，竟然帮别人养了20多年的野种，我真是瞎了眼。从今天起，厉飞鱼不再是厉家的人，我正式将他逐出厉家，从族谱除名，
收回他所拥有的一切，还有高一燕一并逐出。岳小飞，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不得好死！还想报复？厉家主，把他拿下，还有高玉燕一并关起来，等着接受调查。是，少主。接下来，各大家主们纷纷跟岳小飞签订契约。当血契签订完成，他们之前的症状全部消失。从今天起，岳小飞成为了真正的魔都财阀之主。岳小飞打开了宝塔的第4层，里面只有一叠泛黄的信纸。陆振华，少主，您是说陆振华？这信是陆振华小少爷写的？小少爷？没错，陆振华，他就是您奶奶陆兰心小姐，那位早年神秘失踪的亲弟弟，陆家名正言顺的小少爷。当年陆家巨变，小少爷离奇失踪，音讯全无。少主，快看看信里写了什么。岳小飞深吸一口气，低头看向信纸的开头，缓缓读出了声：兰心阿子如，当你见到此信时，弟并不在国外，而是自愿选择了另一条路，从军、杀敌、报国。阿子莫惊，更莫要悲伤，且听弟细细道来。月前，东瀛鬼子觊觎我陆家庞大家业，更知我是陆家独苗，竟开出天价悬赏，欲行绑架之事，妄图以我之性命，胁迫阿子妥协，行那卖国求荣之勾当。阿子为我安危计，煞费苦心，安排船票行程，命我即刻远渡重洋，避此祸端。阿子爱护之心，弟铭记于心。然国难当头，山河破碎，鬼子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多少同胞家破人亡。我陆振华堂堂7尺男儿，岂能苟安于海外，独善其身？若如此，纵活100年，又有何颜面去见陆家列祖列宗？故弟悄然下船，逆着逃难的人流，奔赴枪炮声最炽烈之处，半道遇着一队退下来的兵，却还嘶喊死守我。我冲上去，问他们往何处去，答曰要往4行仓库与谢团做会合。我当下再不多想，便随他们往北去。阿子，你可知那是何等光景？我们一路退，一路打，身边的弟兄倒下一个又一个，有的才10几岁年纪。我与许多被打散的弟兄们，最终被收编，汇聚于4行仓库。阿子，这4行仓库，这其中大半产业，皆与我陆家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未曾想，今日弟竟要依托自家参与建造之堡垒，与鬼子做殊死一搏。鬼子不知我军虚实，投鼠忌器，生怕误伤租界洋人，引发国际争端，故不敢使用飞机轰炸与重炮轰击，只能以步兵强攻。此时乃我等之幸事。然战场之残酷，远超弟之想象。鬼子将领猖狂叫嚣，扬言3小时内必下此仓库，要将我等赶尽杀绝，一个活口不留。阿子，此信既是家书，亦是弟之战地遗书。若弟不幸战死，绝无悔恨。弟今日所为，非为陆家之产业，非为买办财阀之利益，更非为博取虚名。只因这魔都，非我陆家之魔都，非权贵买办之魔都，乃是我4万万同胞之魔都，是龙国百姓之魔都。我陆振华不仅是陆家之子，更是魔都百姓，是龙国人民之一员。保卫家园，驱逐敌寇，乃我辈本分。此一战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弟愿与谢团座及麾下800壮士同生共死，以身筑墙，告诉鬼子，我龙国儿女宁死不屈。此时岳小飞继续打开第2封信。阿子，我们还活着，但不知还能撑多久。鬼子的进攻一波猛过一波，我们已经打退了他们几10次进攻。我身边的弟兄换了一茬又一茬，昨天还跟我一起分干粮，今天就倒在我面前。我们副班长叫阿生，对我极好，他总说我是娇生惯养的少爷，却总把自己的水壶塞给我。他分干粮时总会多塞给我半块，说我年纪小，还在长身体，可他也不过才22岁。他说等赶走了鬼子，就回家娶媳妇，给爹娘盖新房子。我总跟他开玩笑，说要跟他一起回老家，尝尝他娘做的红薯粥。但就在白天，鬼子来了狠招，他们推着钢板阵往前冲，几十人一组，组成个铁乌龟一样的阵，一步步往前推。我们的子弹打不穿，手榴弹扔过去也被坦派。一旦让他们安置炸药爆破楼体，这仓库就完了。就在这时候，阿生突然站了起来，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有决绝，有不舍。他把7、8颗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走到窗户边，
他纵身就从窗口跳了下去，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鬼子死伤一片。但还没等鬼子反应过来，湘江、李满仓、爹娘、儿子尽忠了。又一个弟兄吼着跳了下去。皖南、刘老五、老婆，对不住。江北、赵铁头，娃儿，好好长大。赣省、王爱国，俺先走一步，下辈子还跟弟兄们一起杀鬼子。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每一声都像炸在我的心。那根本不是战斗，那是用命在填，用我们龙国军人的命去撞碎鬼子的钢铁。他们用命硬生生炸退了鬼子的进攻。他们不是跳下去死的，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给后面的弟兄们换一个活下去、继续战斗的机会。我也想跟着跳下去，我真的想，我不能让弟兄们不负黄泉。可我刚站起身，一颗子弹就打穿了我的腿，我倒在地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听着那一声声自爆家门后的轰然巨响。姐，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勇敢的人，他们明明都有家，有爹娘，有想过的日子，却愿意为了陌生人，为了这座城市，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他们的血肉之躯击穿了鬼子的钢板，他们的钢铁意志，就算身躯腐朽了，也永远不会消失。我这条命是他们用命换来的，我必须好好活着，替他们看着鬼子被赶走，看着龙国好起来。阿紫，我们守住了4行仓库，可接到命令，要求我们退到租界，最后却是把我们带入了孤军营，还被人看守。鬼子派人来劝降过谢团座，当场就被谢团座骂走了，说我是龙国的兵，宁死不当汉奸。没过多久，谢团座就被暗杀了。阿紫，外面的枪声又响了，鬼子好像要冲进来了。我知道，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死期。我和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商量好了，绝不能像囚徒一样死在这里，也要杀出去，跟鬼子拼了，能换一个是一个。这封信不知道能不能寄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若问弟此生有何遗憾，为父阿紫多年抚养之恩，反累你担惊受怕。最后，弟只愿我民族早日强大，将来的子孙后代再不用经历弟等今日之屈辱与苦难，再不用以血肉之躯去对抗钢铁洪流。龙国万岁！弟振华绝笔于孤军营。信念完了，最后这封信没有前面战斗描述的激昂，却带着一种更深沉的悲壮与绝望。现在的龙国有飞机，有大炮，有钢铁洪流，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陆振华少爷要是能看到，肯定会很开心的。没错，陆振华少爷的遗愿实现了。今日之龙国已是傲立东方之巨龙，这盛世如您所愿。待到红旗满天下，马踏东营赏樱花。岳小飞在心中立下誓言，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和坚定。接着便打开了宝塔第5层，只有一个巴掌大的木匣和一封朱红色的信。这是千机匣，里面有上百个机关，必须按照特定的步骤才能打开。一旦弄错一个步骤，匣子就会自行销毁，里面的东西也会跟着化为灰烬。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放着吧？少主，不如先留着，等以后找到懂机关的人再慢慢解开。这是一封婚书。少主，陆小姐当年是何等身份，能与之订立婚约？这宁家恐怕是隐世不出的古老家族，但其势力范围根本不在江南，吾等孤陋寡闻。紧接着，一个护卫冲了进来，惊慌失措的大喊：报！青蒙杜三爷，他带了好多人，已经把外面围起来了。龙头杖在少主手中，杜三爷作为青蒙现任掌权人，说不定是过来认主的。绝无可能，厉老哥，你这些年一直在山里休养，可能不知这杜阿三的为人。此人心狠手辣，是踩着无数对手的尸骨，才坐上如今的位置。少主，这里不安全，您快走。想走晚了，这位就是陆家的后人吧？果然年轻有为。我是青蒙的杜三，今天来是想请你回去做客，聊聊这根龙头杖的归属，不知可否赏脸？不必了，我对青蒙的事没兴趣，也不想去做客。年轻人，别给脸不要脸，好心邀请你，你敬酒不吃罚酒，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来人，把他请回青蒙。杜阿三，你看清楚了，岳小飞如今已是我魔都10大财阀共同效忠的主人，你敢动他一根毫毛，便是与我10大财阀全面开战。10大财阀共主，呵呵，好大的名头！你们联手，确实能让我青蒙伤筋动骨，甚至一蹶不振。但是诸位是不是忘了，你们在我的包围圈里，
如果真撕破脸，我可不敢保证你们的安全。不，阿三，休要猖狂！老夫现在就给尸首打电话，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动得了我们分毫。打，随便打。为了防止各位搬救兵，杜某来之前就让人用了最先进的信号屏蔽装置，而且不怕告诉你们，魔都金库外面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老天助我，既然你们都在这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你们连同这位陆家少主全都请回去。到时候魔都的天就该变一变了。你费了这么大的劲，不就是想要龙头杖吗？我可以把龙头杖给你，这件事和他们无关，你放他们走。龙头杖我当然要，但是谁告诉你我只要这根龙头杖了？不妨实话告诉你，有位神通广大的大人物要你的命，今夜你插翅难逃。谁要我的命？总得让我知道对方的名字吧。龙都钟少。钟少？那个钟少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来历？八大门阀之一的钟家，龙都八大门阀传承数百年，根深蒂固，势力遍布军政商各界，能量深不可测。我们魔都10大财阀在他们眼里，恐怕只是比较大点的白手套而已。钟少要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认命吧，能死在钟少的手中，也算你的荣幸。还愣着干什么？动手拿下岳小飞，记住要抓活的。突然，一道怒吼声清晰地炸响在每一个人的耳边。他奶奶个熊！你晋爷爷来了！哪个不开眼的龟孙敢动我大侄子？老子把他软蛋给捏爆！你是谁？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晋大炮！我是江北省警厅代厅长岳长龙的兵。山河战神赵萌生的老大哥，也是岳小飞的叔叔。姓蒙的人一听到警厅厅长和山河战神，脸色瞬间大变。小飞，没事吧？靳叔叔，您怎么来了？他娘的，本来该陪你小子一起来魔都的，结果厅里临时有个会，拖到现在。幸亏老子赶来了，不然岳家的独苗岂不是要被这些瘪三欺负了？进厅，好大的官位，但你搞清楚，这里是魔都，不是你的江北。知不知道我背后站着的是谁？是龙都钟少。识相的，现在就离开，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钟少的怒火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代厅长能承受的。嘿，他奶奶个熊！钟少算个鸡毛！你特么就是搬出钟家祖宗！今天这事儿老子也管定了。在我靳大炮眼里，只有犯法的混蛋，没有惹不起的大人物。杜三爷直接懵了，这他妈真是个警厅，怎么比自己还像黑社会？瞅瞅你们这群瘪三样，拿几把破枪吓唬老百姓呢？真以为屏蔽了信号就万事大吉了？做你娘的春秋大梦！老子的人早就到了，江北飞虎大队就在外面，把这破金库围得跟铁桶一样，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老子抱头蹲下，立刻投降！谁敢反抗，当场击毙！青蒙的人看对方那有恃无恐、嚣张至极的模样，顿时泄了7、8分。三爷，形势比人强啊！对方可是警厅，还带着飞虎大队，我们硬扛不起啊！要不先投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让钟少想办法捞我们出来。杜老三，听见没？你的手下都比你看得清局势，赶紧让你的人放下武器投降，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杜三爷张了张嘴，刚想说钟少不会不管他，你他娘的还敢磨蹭！你敢打我？靳大炮的巴掌又扇了过来，一下接一下，把他后面的话全给扇回了肚子里。打你怎么了？老子让你投降，听见没？给你脸了是吧？真以为拿个什么狗屁钟少就能压老子？瞪再瞪，信不信老子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灯泡踩？杜三爷气得浑身发抖，想让手下动手，但那些人都被靳大炮的气势给吓坏了，一个个眼神躲闪。给你们3秒钟考虑，放下武器，抱头蹲下。3、2。听到这倒计时，那些青蒙精锐就要丢掉手里的枪。不对劲！多年的江湖经验让杜三爷嗅到了一丝蹊跷。都不许动！靳大炮差点就被你给骗了，你在诈老子！你敢信？只因杜三爷拆穿靳大炮的计谋，靳大炮竟当场就要干掉他，结果杜三爷被保镖救下。杜三爷恼羞成怒，直接下令开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青蒙长老带人赶到，任岳小飞为主，随后与杜三爷彻底撕破脸皮。双方瞬间爆发了惨烈的内斗火拼，只不过片刻功夫便结束了战斗。岳小飞，看到没有？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得罪了钟少，还连累了这么多人给你陪葬。去，把他给我抓过来，小心点，别弄死了。钟少要亲自处置他。几名精锐应声上前，准备抓捕岳小飞时，突然一道突兀的手机铃声响彻全场。奇怪，大家的手机都没信号，为什么唯独小飞的手机响了？
不可能，老子的信号屏蔽器明明还在运作。臭小子，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岳小飞也懵了，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当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刻，浑身猛地一震，是他的大哥岳峰。时间倒回5分钟前，修罗店总部，店主，国内白虎的信号突然消失，最后定位显示在魔都金库，信号被强制屏蔽，已经超过5分钟。魔都金库还有谁在那里？根据卫星监测，魔都10大财阀的家主以及青盟的人都聚集在金库内，初步判断白虎和苑小飞少爷可能遭遇了埋伏。立刻调动凌霄卫星，强行突破信号屏蔽，我要立刻联系上小飞。店主，凌霄卫星是咱们修罗店的底牌，动用它强行突破信号屏蔽，会暴露卫星的频段和位置，而且按照规矩强行介入他国区域通讯，后果不堪设想。我的规矩就是护好我的家人，执行命令，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是，如果小飞出了什么事，我就是踏平魔都，杀上龙都，也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我劝你现在立刻缴械投降。你知道岳小飞的大哥是谁吗？上一个敢跟他作对的军阀，坟头草都几米高了。你和你背后的钟少根本不知道招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杜三爷先是惊疑不定，但随即他又被白冰的话激怒，吓唬我。岳小飞的哥哥能是什么大人物？难道还能一个电话调来天兵天将不成？接，你倒是接啊！我特么倒要听听你那个所谓的大哥能放什么屁！哥，真的是你吗？喂，你在吗？小飞，我在，一直都在。哥，你这些年去哪了？为什么不联系我？你知不知道我？小飞，对不起，这5年我不能联系你，是怕连累你，不能让家里知道我还活着。但哥一直都在关注你，你在江城被人欺负，还有今天在金库遇险，哥都知道。现在把手机给那个叫杜三的。此时所有人心头都掀起了惊涛骇浪。杜三爷进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启动了最先进的信号屏蔽装置。那岳小飞这个神秘的大哥不仅打通电话，甚至还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到底是谁？隔着电话都能知道这里的情况，这怎么可能？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骨窜了上来，让他头皮发麻。你到底是谁？装神弄鬼？呵呵，就凭你也配知道我的身份？我不配！杜三爷对着手机疯狂咆哮，试图用声音掩盖内心的恐慌。老子是杜三爷，青盟的龙头至尊，马上就是整个魔都的地下皇帝，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弟弟？魔都之主，地下皇帝，听起来很厉害，但说到底，不还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混混地痞头子吗？混账，狂什么狂？现在是你弟弟的小命捏在我手里，你拿什么跟我斗？杜三，你在瑞国银行用影子公司名义开设的秘密账户，里面存着整整30亿美元，你觉得这笔钱现在还能动吗？杜三爷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冷汗一下就从额头冒了出来。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30亿？呵呵，我只是通知你，就在30秒前，那笔钱已经被冻结了。哦，对了，因为你那边信号屏蔽，冻结通知你应该还没收到。不可能，你吓唬我！你在澳岛的情妇罗玉凤和你13岁的私生子杜小豪住在威尼斯人酒店顶层套房。你在枫叶国的情妇刘珊珊和你5岁的儿子杜小龙住在温哥华西区的海边别墅。你在瑞国的情妇是个金发妞，叫安娜。你刚出生不到半年的儿子杜小虎在苏黎世湖畔的私人疗养院。哦，忘了说，你去年受过一次伤，虽然治好了，但那方面已经不行了吧？这3个可是你唯一的种了，要是他们出了什么意外，你们杜家可就要绝后了。该死，你到底想怎么样？杜三爷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声音充满了惊恐。我的要求很简单，不准碰我弟弟一根手指头，他少一根头发，我不光让你那30亿瞬间蒸发，让你断子绝孙，我还会让你和你拥有的一切全部毁灭。我说到做到。不行，我也是奉命行事，真正要你弟弟命的是龙都的钟少，我要是放了他，钟少不会放过我的。钟少，我自然会找他，但现在你得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杜三爷眼珠疯狂转动，在极致的恐惧中，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好，岳峰，算你厉害，老子认栽。但你弟弟现在就在我手里，这是事实。你想保他命，可以拿我的儿子来换。听着，今晚12点之前，带着我的3个儿子到青盟总堂来，我们交换人质。要是你不来，或者敢耍花样，就等着给岳小飞收尸吧。好，午夜12点，青盟总堂见。杜三，洗干净脖子等我。电话直接挂断，留下满是震惊。真是不知死活，还敢让我洗干净脖子？今晚就让你有来无回。
把他们全都给我抓起来，押回青蒙总堂。我倒要看看他岳峰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敢来闯我这龙潭虎穴。半小时后，青蒙总堂，三爷，咱们真要跟岳峰交换人质吗？万一他耍花样怎么办？交换？我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等他一露面，确认我儿子安全，就把他和岳小飞一起解决掉。你立刻去查岳峰到底是什么来头。心腹不敢怠慢，立马去调查。没过多久，他便拿着一份资料跑了回来。三爷，查到了，岳峰今年28岁，以前是缉毒警，因为表现优异，被招进了七局。七局？不过三爷，您别担心，5年前岳峰就从七局消失了，现在不属于任何官方组织。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原来是个弃子。估计是在海外混了几年，有了点外国的先进设备，才能突破信号屏蔽。不对，就算是雇佣兵，也不可能查到我的秘密资金和私生子，他肯定还有别的背景啊。我们查遍了所有渠道，只查到这些。不过看他的手段，可能跟海外的某些势力有关，但应该不会太牛逼。毕竟要是真有大背景，也不会5年都不回国。不管他是什么来头，柿子搏兔，义用全力，立刻召集盟内所有能打的红棍、双花红棍，把所有藏着的家伙都拿出来，埋伏下至少3000精锐，所有人配备重火力。另外，清场总堂方圆5公里不准有任何闲杂人等靠近，设置明哨、暗哨、狙击点。我要这里变成真正的铁桶阵，天罗地网。只要岳峰一出现，立刻开枪把他打成筛子。手下齐声应道，转身去安排。岳峰一个7局淘汰的废物，又能掀起什么风浪？今晚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南太平洋修罗殿总部，冰冷的声音回荡开来，带着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修罗令发布序列等级9，重复，修罗令发布序列等级9道修罗令。店主，您确定吗？9道修罗令，这是倾巢而出、不死不休的终极战争动员。就算当年覆灭北非反叛军阀、荡平毒潮，也只动用了7道啊，而9道修罗殿成立以来，从未启用过。每道修罗令对应的都是不同规模的战力调动。9道启发意味着要倾尽全力，不再有任何保留，直至将目标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去。通知4大天王、冥王、黑王、夜王、海王，让他们立刻集结各自麾下精锐，再传令10大战将，所有在外执行任务的成员，立刻放下手中一切事务，集结所有能动用的幽灵运输机、天鹰战机以及一切可远程投送力量，目标龙国、魔都、青蒙总堂。店主，龙国那是全球海外地下组织的绝对禁区，我们如此大规模强行闯入，会引来无法想象的报复和麻烦。我岳峰出国5年，浴血搏杀，建立起这修罗殿，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偏安一隅、称王称霸，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堂堂正正的回去，能守护我本该守护的人。听令，倾巢出动，剑指魔都，修罗出征，寸草不生，出发。东晋最高指挥部，站在中央的男人正是东晋最高指挥官青龙战神萧天策。论级别，他与山河战神赵蒙生同级。战神，东境各防线一切正常，没有异常动向。萧天策点了点头，刚要开口，报告，青龙战神发现不明空中目标集群，正以极高速度前来，正朝着魔都方向飞行。什么？数量、型号、识别码？雷达显示10架，不，20架、50架，数量还在急速增加。雷达兵的声音开始发抖，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疯狂增多的红色光点。100架、200架、500架，天哪，超过1000架了！型号无法完全识别，混杂大量未知飞行器，无任何友军识别码。他们是从多个方向同时涌入的。萧天策的心猛地一沉，第一个念头就是最坏的情况是英国，他们想掀起新一轮大战吗？不对。战神，根据雷达反射特征和信号源分析，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飞机的外部涂装有一个共同的血色标志，是海外那个最近几年崛起、位列全球第3的超级地下组织修罗殿的标志。修罗殿，一个地下组织。即便是他，也被这个答案惊得愣了一瞬。他们疯了，以这种方式挑衅，到底想干什么？报告，收到最高优先级通讯请求，来源是对方的主机，修罗殿的殿主黑暗天子要直接跟您对话。接进来。我是修罗殿之主黑暗天子，今日借贵境一条路，率我修罗殿二郎入魔都，诛邪佞，救我至亲。黑暗天子，你可知如此擅闯是什么后果？不管你有什么理由，立刻返航。我是龙国人，回家也不行吗？萧战神，我敬你是龙国的英雄，但我弟弟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今日我意已决，无人能挡。萧天策的脸已经黑得像锅底，他戎马30年，镇守东境，什么样的嚣张之辈没见过？
但还从没有一个人敢用这种方式直接对战区指挥部下通牒。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在用整个修罗殿来撞龙国这块铁板。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战神，下令吧！只要您一声令下，东境第1、第3、第7导弹旅能在3分钟内将这片空域变成死亡禁区。所有人都看着萧天策，等待着他最后的命令。萧天策死死盯着屏幕，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一个龙国人会成为海外地下势力的首领？他又为什么要用这种近乎自杀式的壮烈方式强闯龙国，再接通他的通讯？萧天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怒火，他必须再确认一次。是。黑暗天子，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立刻命令你的手下原路返航，否则我将视你们为入侵之敌，予以就地歼灭。不要怀疑我的决心。萧战神，我说了，我只是回家带着10万兄弟去救我弟。胡闹！为了你弟弟一人，就要威胁整个东境的安全，就要让龙国承担巨大的风险，你太自私了。自私？呵呵，或许吧，但5年前我不是这样的。他顿了顿，声音里多了一丝复杂难明的意味。5年前，我也是龙国的一名战士，我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拼过命。我以为守护了很多人，可到头来，我连自己的家人都护不住。我父亲被人陷害入狱，我弟弟在家里受尽欺凌，而我在海外什么都做不了。萧战神，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听到这话，萧天策猛地一愣。龙国的战士，他脑中飞速闪过一个念头，立刻对身后的情报主管大吼：查！立刻查！5年前所有因故离境、档案封存的特殊部队成员。是。而电话那头的岳峰似乎知道萧天策在做什么。萧战神，或许你听过我以前的名字，7局逆鳞小队队长，代号天龙。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天龙，那个7局几十年来最耀眼、最传奇的王牌，那个以一人之力在北非拖住一支叛军，为侨民撤离争取了黄金24小时的活着的传奇，那个带领逆鳞小队纵横边境，让无数毒枭闻风丧胆的国之利刃，怎么可能是他？报告！就在这时，情报主管拿着一份刚刚解密的最高权限档案跑了过来。战神，查到了，岳峰28岁，7局逆鳞小队队长，代号天龙。5年前在国外执行斩首任务时遭遇埋伏，为掩护队员撤离，独自断后引爆炸弹，档案记录为失踪，极大可能牺牲。整个指挥部鸦雀无声，一个几乎被认为牺牲的英雄。他非但没死，5年后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海外最大地下势力的店主，还带着千军万马杀了回来，这比任何剧本都要离奇。萧天策看着那份档案，百感交集，有震惊，有惋惜，更有无尽的困惑。天龙，岳峰，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侥幸没死而已。萧战神，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了吗？萧天策沉默了。他当然知道，以天龙的性格，得知自己的弟弟身陷绝境，他会做出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岳峰，我敬你是英雄，但规矩就是规矩，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私事，就拿整个东境的防空安全开玩笑，我不能放你过去。如果我非要过去呢？那我只能开火。书接上集，萧天策开火2字一出口，所有人都知道最终的抉择时刻到了。导弹操作员的手指都已经放在了发射按钮上，谁曾想岳峰竟早有准备，开出了一个让萧天策很难拒绝的条件。萧战神，你真的以为我这5年在海外只是在过家家吗？我知道东境的防空系统有多强，我也知道硬闯的后果，所以我给龙国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份足以让你无法拒绝的礼物。什么礼物？一套完整的种子技术。什么？这句话像是一道无形的冲击波，瞬间席卷了整个东境指挥部。萧天策脸色大变，身躯狂震。你在开玩笑？种子这个代号对于军部高层，尤其是他们这些接触最前沿军工科技的人来说，简直是如雷贯耳。那不是一项技术，那是一个足以颠覆未来100年战争形态的概念。单兵核武，一种可以装载在特制子弹里，由单兵携带并发射的微型战术核武。试想一下，一个特种小队就能携带足以摧毁一个中型城市的核火力，这还怎么打？这个划时代的研究，据说是英国多年前秘密启动的，但后来那位主导计划的天才物理学家离奇死亡，整个计划的核心资料也随之失踪。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疯狂的计划已经彻底终止，没想到他不仅成功了，还落到了岳峰的手里。我从不开这种玩笑，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那位科学家的所有手稿和后期数据模型，龙国最顶尖的团队拿到手，最多3个月就能造出第一批成品。萧天策的心脏狂跳了起来，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套技术意味着什么。岳峰，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我灭了一个海外的秘密研究所，从他们的保险柜里拿到的。现在这份礼物就在我手中，只要我一声令下，它就会被销毁，或者发送到你的邮箱。肖战神，放我过去！这份足以让龙国军力产生质变的礼物就是你们的。若是拦我，那就只能在东境上空真刀真枪的碰一碰了。这路你让还是不让？一名武器专家快步冲到萧天策身边，激动的满脸通红，压低了声音吼道：“战神有了种子，我们龙国的单兵作战能力将直接领先全球至少20年。英国在我们面前将再无任何地面优势可言。这简直就是一份天大的功劳，足以改变国运。”岳峰，这件事我不能做主，必须立刻向上级汇报。可以，我给你3分钟，时间一到，交易取消，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闯过去。通讯再次挂断。快，接于全山最高加密专线。一场前所未有的紧急会议在深夜被强行召开，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龙国最高权力中心爆发。不行，绝对不能答应。他现在是海外地下组织的头目，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万一这是个陷阱呢？我同意放1000架不明战机进入领空，这是拿东境的安全开玩笑，天大的功劳也不能冒这个险。可是那是种子技术，是天龙，我们不能把一个为国流过血的英雄彻底推到对立面。英雄，他现在是黑暗天子，他这是在要挟。今天我们退了一步，明天他是不是就要骑到我们头上了？争吵声越来越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都别吵了，我来为他担保。线路那头瞬间安静下来。我萧天策镇守东境30年，大小战功数百，我用我这30年的功勋，用我这条命为天龙岳峰担保。他曾是龙国最锋利的尖刀，他为这个国家断过骨，流过血，在生死线上徘徊过不止一次。一个愿意为亲人付出一切的英雄，他的心中必然还装着这个国家。我请求高层批准打开国门，让天龙回家。线路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最终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响起：批准，告诉岳峰，技术我们要了，但有一个条件，绝不准在龙国境内制造任何大规模混乱。是。萧天策挂断电话，紧绷的身体终于松懈下来。东境防线解除最高级别战备状态，第1、第3、第7导弹旅所有导弹解除发射程序，全部入库，所有升空战机立刻返航，打开防空通道，为修罗殿机群让出一条路。指挥部内一片肃静，所有人都被这封回路转的结局震得说不出话来。萧天策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他知道今夜的魔都必将掀起滔天巨浪。拿起通讯器，接通了岳峰的私人频道。天龙，欢迎回来，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龙国永远是你的家。与此同时，青盟总堂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距离午夜12点只剩下1个小时。他妈的，不会是怕了吧？杜三爷嘴上虽然骂着，心里却越来越不安。从挂断电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这2个小时里，他把青盟所有的力量都全部安排好了。可准备的越是周全，他心里就越是没底。那个电话太诡异了，自己所有的秘密都无所遁形，而且秘密资金被冻结，3个私生子和情妇都在对方手中。三爷，您别担心了，那小子肯定是吹牛逼呢。他几年前就逃到海外，还什么2个小时到魔都，他以为自己是神仙啊，能飞过来。就是从海外飞过来，坐火箭都来不及。我看他就是虚张声势，想吓唬吓唬我们。杜三爷听着这些话，心里的烦躁稍微平复了一些。没错，肯定是这样。一个被7局淘汰的废物，在海外混了几年，能有什么大本事？查到自己的秘密，肯定是用了什么黑客手段。哼，想拖延时间，等过了12点，他要是不出现，老子就先把他弟弟的脑袋拿下来，给钟少寄过去。杜三爷目光转向在大厅中央的岳小飞等人。然而，岳小飞从头到尾都平静的有些吓人。小子，你还挺能装啊！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儿跟我装深沉。你那个废物大哥，看样子是不敢来了。你说我该怎么收拾你呢？我哥一言九鼎，说他会来就一定会来。哈哈哈！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行，老子就让你再多活1个小时，让你死心。就在这时，一个手下神色慌张，从外面跑了进来。三爷，外面有人要进来。什么人？不是说了今晚谁也不见吗？他说他是钟少派来的。钟少，快请进来。话音刚落，一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养尊处优的贵气。周先生，您怎么来了？
书接上集，钟少派人前来询问情况，来人正是魔都新晋的首富周鹏飞。杜阿三，钟少让我来问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办妥了，人已经抓到了，除了岳小飞，还有10大财阀，全都在这儿呢。啊，呵呵，两位好久不见啊！周鹏飞，你这个钟家的走狗，你不得好死！走狗，厉老，话不能这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钟少看上你们的产业，是给你们面子。钟少说了，只要各位把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签了，以后大家还是朋友，你们依旧可以保留10%的股份，每年拿分红，安享晚年，岂不美哉？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夺走90%的股份，这和明抢有什么区别？做梦！我们就是死也不会把数十年的基业交给你这种人。厉老，你可要想清楚了，你不签，你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比如车祸啊、坠机啊，或者喝凉水的时候噎死，那可就不好了。周鹏飞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这才把目光投向了岳小飞。呵呵，你就是当年那个岳长龙的儿子，长得倒还行，可惜呀，跟你那个老爹一样，都是短命相。呸！臭小子，这可是老子花了几十万从英伦定制的高级西装，你竟敢弄脏！哼，乱废什么？你不过是钟家养的一条狗，摇尾乞怜，而我岳家满门忠烈，世代英雄，你也敢在我面前叫嚣？好，臭小子，给你脸了是吧？杜阿三，这就是你抓的人，一点规矩都不懂，老子不高兴，后果很严重。杜三爷板着脸对周鹏飞这种呼来喝去的语气不爽，但现在周鹏飞代表的是钟少，他也不敢得罪。还愣着干什么？让这臭小子知道什么叫规矩。两个亲王的大手抡起拳头就要往岳小飞身上砸。忽然周鹏飞的电话响了，来电显示钟少。慢着！周鹏飞迅速接通了电话，并且按下了视频模式。钟少，你就是岳小飞，岳长龙的儿子，跟你那个废物爹长得真像。岳小飞的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怒不可遏。你知道吗？你现在的眼神跟你那个废物老爹当年被我逼出铁血师的时候一模一样，一样的无能狂怒，一样的可笑。原来当年岳小飞的父亲曾是铁血师师长，本来是抗洪救灾有功，准备封降斗，结果被一通电话逼得辞职。那通电话的主人就是钟少。钟家的小杂种，你他妈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岳连长哪里对不起你了？你为什么要毁了他？姓钟的，我爸入狱是不是和你有关系？他现在到底在哪里？想知道可以啊，跪下求我，你现在就跪在周鹏飞面前，给他磕3个响头，叫3声爷爷。我心情好了，说不定就告诉你。做梦！我大哥会来救我，他会把你们钟家连根拔起。大哥，钟少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有个哥哥叫岳峰，刚才打电话来说要12点前赶到魔都，让我们洗干净脖子等着。我已经调查过了，那个岳峰不过是7局多年前淘汰的一个弃子，在海外当了几年亡命徒，能有什么气候？钟少您放心，我已经在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30个狙击手，3000精锐，他敢来就是送死。很好，听到了吗？你那个废物哥哥自身难保。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小子，记住一句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真正看重的是你奶奶陆兰心留下的那份宝藏。当年我能让你那个英雄父亲像条狗一样被赶出铁血师，今天我就能让你和你那个不知死活的哥哥一起下黄泉。这番话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在场所有财阀家主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原来钟家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10大财阀，岳小飞只是一个引子，而岳小飞的心也沉到了谷底，但没有屈服。姓钟的，你别得意，我母亲叶青梅是拯救整个汉东省几千万百姓的英雄，汉东省的沙镇江书记是我的干爷爷，前阵子他亲自为我母亲抬棺，葬在江城的烈士里。如果我有什么闪失，沙爷爷绝对不会放过。这是岳小飞最后的底牌，即便是龙都钟家，也要掂量下一位封疆大吏的分量。呵呵，沙镇江抬棺，小子，你猜猜我在哪儿？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岳小飞的全身。这难道是？镜头不断向前推进，最后停留在其中一块墓碑前。英雄烈士叶青梅之墓，那是他母亲的墓碑。姓钟的，你要做什么？岳小飞声音嘶哑，双目赤红如血，死死盯着那晃动的镜头。哈哈哈！我要做什么？既然你这个小杂种不听话，我总得找点乐子。你父亲岳长龙当年是英雄吧？那我今天就来给他那位同样是英雄的妻子打个招呼，把他从这冰冷的地底下挖出来透透气。我倒要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响，岳小飞整个人都疯了，只觉得大脑都要炸裂。你敢！你这个畜生！岳小飞拼命挣扎着手铐，恨不得冲进屏幕里，将钟少撕成碎片。我母亲是英雄，她拯救了汉东省数千万老百姓，你不能亵渎她。整个青盟大厅，所有人都被钟少这丧心病狂的言论震得头皮发麻。挖坟掘墓，而且是挖一位英雄的坟，这他妈的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畜生！丧心病狂的畜生！嫂子是无数百姓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会遭天谴的。你还有没有人性？钟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灭绝人性的东西？挖坟掘墓，这是要断子绝孙的恶行，天理难容啊！连死者都不放过，你绝对会遭报应的。然而，面对众人的怒骂，钟少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兴奋。骂吧，使劲骂，哈哈哈！我就喜欢看你们这副无能狂怒的样子。报应天理，我钟家就是天，我就是理。我今天就是要把叶青梅的坟给刨了，我倒要看看谁能挡我。沙镇江嘛，他厉害有什么用？现在怕是连我在哪都不知道吧？姓钟的，我发誓，若今日不死，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哈哈，千刀万剐！现在是11点52分，还有8分钟就到12点了，你还能活几分钟？12点的钟声一敲响，杜三爷就会拿下你的脑袋。一个将死之人的威胁，本少会在乎吗？动手给我啊！那群手持铁锹的黑衣人立刻上前一步，举起了手中的工具。书接上集，就在钟少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一道手电筒的光束突然照了过去。什么人？大半夜在这里干什么？李飞，那是靳大炮以前在江城警队最得意的下属，他特地安排李飞调来青山陵园值班，就是为了守护叶青梅烈士的安宁。你们这群混蛋，这里是烈士陵园，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马上给我滚出去，否则……李飞，快开枪！他们不是普通人，是暴徒，直接开枪，必须震慑他们。然而电话那头，李飞根本听不到靳大炮的声音。屏幕里，钟少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上！李飞反应极快，立刻拔枪。他刚拔出枪，手腕就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抓住，剧痛传来，配枪脱手而出。紧接着，拳脚如同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只是半分钟，李飞就被打翻在地，遍体鳞伤，很快就没了动静。啊呸！不长眼的东西，砸了墓碑，给本少挖！一个黑衣人捡起地上的铁锹，高高举起，就要狠狠砸下。可就在这时，昏死过去的李飞竟猛地从地上弹了起来，在铁锹落下的前一秒，如同一只猎豹猛地冲了过去。他张开双臂，用自己遍体鳞伤的身体死死地抱住了那块冰冷的墓碑。不准砸！这是叶青梅烈士的墓碑。我是汉东人，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父母，我的妻儿，我们一家人的命都是叶医生救回来的。我就是死，也要保护他的安息之地。今天只要我李飞还有一口气在，你们谁也别想动这块墓碑一下。那壮烈的姿态，仿佛要将自己的血肉都融入在这块石碑之中，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一位英雄最后的尊严。好，好，一个看墓地的也敢跟本少叫板，给我弄死他，把他的手脚一寸一寸的敲碎，我看他拿什么来报。沉闷的击打声和骨头断裂的脆响混合在一起，通过电流传了过来。住手！你们这群畜生，住手啊！可恶，却是个好汉子啊！为了守护英雄的安宁，连命都不要了。钟家简直是丧尽天良，他们会遭报应的。岳小飞将李飞那张沾满鲜血的脸深深地刻在了心里。这个素未谋面的兄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守护着母亲的墓碑。又是一记重击，李飞的身体猛地一颤，那双死死抱着墓碑的手终于无力地垂了下去。叶医生，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您。最终，李飞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软软地倒在了墓碑前，浑身是血，生死不知。钟少那张令人作呕的脸再次凑近了镜头，他脸上的怒气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病态的快感。岳小飞，看到了吗？就是因为你不听话，害得这个不相干的人被打得半死不活，还有你那英雄母亲死后都不得安宁，马上就要从地底下刨出来，你就是个灾星，走到哪里祸害到哪里。钟少的话十分歹毒，企图摧毁岳小飞最后的意志。然而岳小飞却出奇的安静，不再怒吼，极致的愤怒是没有声音的。姓钟的，我记住你的样子了，今日若是不死，定要将你千刀万剐。不管你有什么背景，不管钟家有多强大，我父母的仇，今日之辱，必将100倍、1000倍、10000倍的奉还。我要搞垮整个钟家，让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血的代价。钟少听了，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兴奋。哈哈哈，好啊，我等着。
前提是你能活过今晚。继续挖，给我挖深一点。没了李飞的阻拦，那群黑衣人动作更快了，铁锹翻飞，泥土吸溅，很快冰冷的墓穴就被挖开了一个大洞。钟少，挖到了。很好，岳小飞，你不是说你大哥会来吗？马上就12点，你的死期就到了。在你死之前，本少送你一份大礼，我要当着你的面，在这具棺材里撒泡尿，让你知道得罪钟家的下场。哈哈哈！灭绝人性，罄竹难书，找死！岳小飞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状若烽火，疯狂地挣扎着。姓钟的，我警告你，不准动我母亲的棺材，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警告，我就喜欢看你这副无能狂怒的样子，真是太有趣了。来啊，杀我啊！你倒是来杀我啊！开棺，小杂碎，你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你妈了吧？今天就让你看个清楚，看看你那个母亲现在变成了什么鬼样子。终于，一声巨响，沉重的棺材盖被彻底掀开。钟少迫不及待地将镜头对准了棺材内部，他要用最恶毒的方式狠狠羞辱，让所有人知道与他钟少为敌是什么下场。然而下一秒，当看清棺材内的景象后，钟少整个人都愣住了。青蒙总堂里，所有通过手机屏幕看到这一幕的人全都惊呆了。天哪，这怎么可能？谁掐我一下？是不是看错了？棺材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有遗体，没有衣冠，甚至连一根头发丝都找不到。岳小飞也愣住了，心中的滔天怒火在这一刻戛然而止。紧接着，一股无法言喻的狂喜从他心底最深处喷涌而出。母亲没有被亵渎，她的安息之地是空的。但这份狂喜只持续了不到1秒，就被一个更加巨大、更加汹涌的疑问所吞没。为什么是空的？母亲的遗体呢？我想起来了，当年母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整个汉东省为之哀悼。可我作为他的亲生儿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过母亲的遗体。现在，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却无比渴望的猜测在他脑海中炸开。万一母亲根本就没死呢？青山陵园，钟少气急败坏，咆哮起来：“怎么可能是空的？人呢？你们这群废物，挖个坟都挖不明白！”画面剧烈晃动，显然是钟少在暴怒中对着他那些手下发泄。钟少，真的没有啊！废物，全都是废物！钟少的怒吼让青蒙总堂里的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怎么回事？怎么会是空的？难道遗体早就被秘密转移了？不可能啊！沙书记亲自主持的葬礼，谁敢乱动？这件事处处透着诡异。嫂子的棺材是空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岳小飞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狂喜后，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这笑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姓钟的，看来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你的所作所为，挖坟掘墓，灭绝人性，现在变成小丑了吧？哈哈哈！你这个小杂碎，在笑什么？钟少面目狰狞，被岳小飞这副姿态彻底激怒了。我笑你可悲，你自以为掌控一切，视人命如草芥，到头来就像一个在舞台上卖力表演的小丑，可悲可笑。找死！钟少气得浑身发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欣赏猎物绝望的表情。可现在岳小飞非但没有绝望，反而开始反过来嘲讽他。这种失控的感觉让他彻底抓狂。给我砸！把那块墓碑给我砸了，把这口空棺材也给我劈了。既然找不到尸体，那就把它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点痕迹也给我抹掉。